台球手，但是看了一下，能够撑过惯性的角色其实还蛮多的。对，木偶师虽然不算特别好溜，但他拖的时间也是实打实的摆在那儿的。是这样说的话，也要去赌这个咒术以及这个气象的操作失误。可能佩佩想的是这个阵容打到中后期啊，求生者的一个道具运营的时间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是他想要把台球手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一定要尽量拖到中后期，并且在前期有一个非常快的击倒。没错，脸上离咒术和守墓人都是比较。好，进入比赛，看一下佩佩的一个追击目标会放在谁身上，先要去墓地压一下求生者的位置。是的，那边是大海的咒术。但咒术这个角色其实对于台球来讲前期不太好追，是也是逼一下他的位置，拿下信息。稍微绕一下，找到了夏夏的木偶师，而且找夏夏其实也可以，主要是找夏夏的话，夏夏2次路易交完之后，台球手自然而然就会获得一层关心。这里是打算先绕一绕了，逛一逛，看一下。那要不把这边板子先踩了呢？就是追守墓人的话，要追守墓，那感觉就是要奔着拿存在感去，感觉不太可能。风险还是要走，掉头对，回去偷袭甲门。对。西向这个位置，其实第一波升级算蛮近的。这强风是可以捏出来。对的，封一块板子，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还要再上一波车。但是麻油这边操作很好啊，他提前回头了。那这样的话，你得再交一个击球点，前期击球点其实消耗的还算比较多的。是的，现在闪现还有3秒钟。对的，看一下这刀有没有机会能拿到。西向这边手里是没有飞轮的，所以直接一波闪现开刀，让自己惯性叠开。对，但其实前期也逛了挺久的。他主要还是用闪现开到了第1刀，也开到了这个1阶的一个主球。但前面对于麻油来讲，牵制是比较大的压力的，因为其实点位都差不多被封住了。倒地的话，还要再干扰一波救人位的密码机啊。是的，这把对于球人来讲，前期的节奏其实不算特别好。其实现在很多台球手他都是遵循这么一个打法，我开局先去逛一逛，让求生者没有能够破译的那么快，然后我多攒一点击球点，再去找机会换目标。对。通过闪现开第1刀，利用主球快速的把人给打上瘾。是的，然后这样的节奏对于球人来讲啊，下一波气象的一个天气屏一定要教得好，如果教不好，很容易就直接出失误。是，现在再控一下独栋这台密码机，让他稍微回退。对，不急，可以等7秒钟之后再把链接给他截上。是，正常给1刀，然后前面这个位置就看气象能不能溜起来了。这样的话，守墓人其实前面在气象追击的时候已经回退过密码机了，这一波再叠一下，主球直接抓到。那这样的话，气象没有26，守墓的那台密码机其实也修不了了，因为那个位置3个连接是能够直接把密码机封死，你不管走哪儿，主球都能摇到你。是的。而且最关键的点是在于，他等于说从开局到现在就没有破译多少的进度啊，27%是他从开局到现在的遗产。对，相当于是一直在逛街，而且现在还要补状态，让到时候外面的求生者没有手去破译密码机。是，那这样的节奏其实对于球人来讲，下一波一定得救得好。这里看一下，惯性应该是能后视到这边木偶师的位置。那位置架死了呀！如果说木偶师要救人的话，起码得交2层路易，到时候状态又要掉下来。对，最好还是别救了。这距离应该救不了了，而且自己还要快速进入第2波被追击的一个节奏啊。对的，下一波闪现还有36秒，对于佩佩来讲，现在这个节奏是非常好的。再再抓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压他。路易打不出来。是的，但是路易还是交了出来，手速还是非常快，反应也是非常极限的。没错，佩佩这边熟练度非常高啊，他在主球飞过来快掉头的时候，把击球点补上，成功关到了木偶石。是的，这波看看夏夏能不能再撑一撑，最好是把这个闪吃出来，因为如果没吃出来，下一波就基本没人能溜得动这个台球手了。是的，又一个主球，那这一波应该是要等到你的路易结束，然后交闪了。对的，看一下骗一下飞轮，有没有飞轮？没有飞轮，直接击倒。那这样的话，大海那位密码机好像修不开啊，可能还是要被干扰到。对，那台是90多的，可以87，是的，看看来不来得及，90、91，得把人逼走。手里有主球吗？有主球，看一下，这台机子不能碰了。不错，那还得再回退一波啊，再等一个击球点关起来。那这一波守墓人再次贴过来救援。救下来看看夏夏能不能再溜一溜吧，因为这台密码机亮不了，对于球人来讲始终是一个隐患。是的，那这里路易一交其实也拖不了多久了，关键是在于求生者的密码机不够啊，他们少的是一台整机，而你这个木偶师已经是马上要2挂了。是的，看一下现在2个求生者受伤，这个惯性叠的实在是太夸张了。这一波夏夏应该也没有什么牵制能力了。
倒地之后，最后一台密码机得要大海这边来拖一拖。是的，如果拖不了的话，可能就不太行了。但这边应该是选择直接上车去管机子，很聪明的选择。这样的话，求生者得去补状态。对，而且这边守墓人也不一定能够溜得动。一旦守墓人倒下这台遗产，求生者可能就全局直接崩盘了。是，这里通过这一块小短板，守墓人也是还在进行一波牵制，没办法，只能把这块板给踩了。对的，由于之前守墓就2波人都是没有下铲，所以他这边是一个新的铲子，能够拖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的。那现在的话就只能继续跟着了，看一下找机会打出来以后有没有机会快速秒掉守墓人，因为那边把木偶师给救下来以后，让木偶师去补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打一个求生者的疲于奔命的。是的，看一下这个主球又咬到了，场上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比较近，算是一个台球手能够控到的3连。是这局对于求生来讲，如果说下一波救援没有救得非常漂亮，可能还是要有面临一个被3抓的一个机会。是，现在关键点在于我有机会可以出去把你的木偶师直接继续逮捕。这把对于佩佩来讲，3台密码机连得很近，而且手里击球点也很充足。是，现在木偶师是挂飞的。就看一下佩佩怎么想吧。先封一下那边的密码机，到时候木偶师也不好修。大海手里有3层猴，这3层猴要逼出来的。看一下这波走位，先选择一点一点交。对，但是一个主球把你前面一个板子直接封住，那倒地，下一波飞轮也没交出来，这把求生者看下来就无力回天了。是，因为2个半状态没时间补啊。下一波手里闪现也好，密码机也控得住，而且外面的遗产还会持续性的被倒退。佩佩选择把人给挂回 S 板，现在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夏夏被架在这里，你只能去抢救咒术了。是的，而且如果说你夏夏凭着你的路易强行救人，那你下一波也会上瘾。是，更别说现在还是能不能救得下来的。球关到了，这个距离根本救不不了。而且现在莫斯是挂飞啊，看一下守墓人也过来了。但是感觉也是很难救下来的，必须要一波正铲把监管推开才行。是的，骗了一下，哇，太难。还好是没有被打一个救不下来，救不下来的话就更难受了。但这一波打到了咒术的针对，其实也不舒服啊。对，那现在场上求生者3名求生者全部倒地，这把看起来佩佩的这个主球熟练度实在是很高的呀。对，基本上没有被躲掉。对，求生者道具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成功躲掉他的一个主球的控制。是的，他封路的思路也非常好。现在手里有闪，看夏夏能不能预判这个闪现。还在骗一下有没有飞轮？对，主球看一下，把这个路易直接逼出来，但还是咬到了。我的天，这熟练度，这个主球太夸张了吧！那守墓人也交出了绝处逢生，现在2位求生者都没有绝处逢生，想打这波直接解擦了，手里还有闪，直接打一波双趴。外围木偶师的路易也已经交过，这把感觉求生者是要被4抓了。是的，所以把咒术师打倒，哇，太心痛，带着5层猴飞天了。那现在这个节奏来看，只要排到木偶师就是一个稳稳的4抓。对的，手里击球点还是比较多的。木偶师做一个现在纯白板，没有飞轮，只有一个弹射，也很难牵制起来了。再一波主球咬到，直接击倒，有一个精准的预判。是的，这把感觉佩佩的这个台球手真神了吧？上来就是一个4抓，为队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上来就是一个5分的积分优势。是的，但这一版本来讲，其实登场率已经下降很多了。但是相信泪水吧，毕竟他也是自己的一个喧嚣绝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喧嚣还是在版本改动之前的喧嚣 ，CD 还是非常长的。是。喧嚣打医生的点在于什么？就是如果说我可以用焰火舞台去马机，哎，还在思考。选到了墓地里面，想封，还在思考。想想看，最后还是选红蝶河，是因为墓地总归是有风险的，对，脸上可能不是好追的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这边弓箭手应该是不太好处理的，他有可能会直接去追守墓人的。好，来看一下泪水的追击目标，先往中场走，逃离，直接逃离了，离得很远啊。毕竟这把他是有可能成为那个被手追的。对，距离拉得很远，但看样子好像还是要追他。是，这一个双人机器上到一个白球，第2波是没有上到球。那这样的话，身位是可以稍微拉开一点，一会儿一个正菜应该是要往独栋方向走了。是的，看一下手里带的也是窥视者，是这个点可以往前面走一走，封一封。这边很早就交了一个正菜啊，那现在双人机器的 CD 确实变久了，所以导致他不一定能够
哎呦，没有来得及覆盖掉这个铲子，还是让李宝成功进铲，又一个震颤。但躲得很好啊！对，这波双惊喜第一段是没拿到任何的惊吓标记，第二段的惊吓标记倒是拿到了，但是这边2块板一下，感觉又有机会进铲啊。对的，先用红色覆盖住，但是陶李也是有意识的往边上靠啊。这一波的牵制的非常的好，是的，因为他离开了这个覆盖区域，而且他的震颤和铲子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对，一个铲子用3次，而且最后还扛到刀了，到现在才被你打出地下的存在感啊！哇，但是现在就亏了，是的，现在就亏了，热射打出来了，感觉他其实有意识在等，但是没办法，泪水的操作实在是太快了。是，而且他那个位置其实也被一个双惊喜给架住了。虽然说是一个震慑，但是求生者外围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对的，2台半多一点了。梦露被通缉到，那现在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怎么安排吧。3个人其实都是在大致一个方向的，所以并没有人能够给到手乙方面太大的压力。而且这个人应该是要卡满了，从这个走位来看。看一下猫猫那个身位怎么说，还是要在原地去拔一下眼。是，这边就是声东击西嘛。我现在看一下弓箭手也贴了过来，好像是想出动2位求生者来共同救援的一波了。对的，那下一波也是要让弓箭手尽量去保一保了。是，毕竟李宝手上还是有半个铲子的。这里木偶师被打进了半状态。那这样的话，感觉李宝也只能往角落走了呀。是的，他不太好溜了。哎，但是这里是反走，想躲一下他的转盘范围。看一下到场谢幕还在 CD。对的，但马上也要好了，让谢幕绕过来直接击倒。而且弓箭手也别过来了。这一波其实就是套个化险为夷，让守门人发挥最后的光和热。对的。然后下一波节奏的话，就看泪水续的快不快了。因为其实外面的熊，通缉到了医生，还不错。那这波对通缉到医生的话，其实还可以啊，可以直接去追他，续一下的节奏。是的，这一把对于泪水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去拿一个多抓的，但是4抓还是要看看接下来能不能拿到节奏，就看求生者这边给不给机会了。对的，他能不能快速续上第2波的一个节奏，非常的关键了。这里看到了脚印，也是提前去拦一下猫猫。是的，我们需要注意这一把求生者是有2个求生者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对，还是比较危险。第一剑直接命中核心，很准啊，非常精准。猫猫往外转，但是这里有2段空中飞人，所以也是能快速的拦到。是的，这一波双惊喜被模型卡了一下，所以第一段没有拿到足够的惊吓标记。而且这里后侧秘鲁的撕裂值也是成功叠加到了100，一个抽刀抽到了，可以。外面的密码机不是特别够啊，最后一台是刚开始修的，泪水打算去管一下遗产了。这个点位好像有3连啊。2楼1台 ，S 版1台以及甲门1台，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近的3连。是的，但是喧嚣的一个近身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他得慢慢走过去才行。空中飞人不能随便交。点位直接跳下来落地，找到了医生。这一波是有机会把医生给处理掉的。这边这个板区双惊喜可以直接架住。对的，算是已经架死了。但是这2波走位走得非常漂亮啊。对，那双惊喜还可以再复用一波，还是本体先打。然后没有选择复用了，对的，当时有飞轮，但是红色焰火舞台范围一直覆盖着，不让神坠交出这个飞轮。这个位置直接进板，然后想要自己的一个针也扎不上。没错，一波反弹，那可以在这个地方再稍微绕一下。这个针直接用，把自己状态直接打满。是的，而且还有触摸效应，跑得非常快。他也是利用了一波泪水在踩板的瞬间嘛，没法用焰火舞台沉默住他。对，2个小药瓶就直接交出来，想来一个预判，但是很可惜还是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求生者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90多了。是的，这个位置感觉可以直接亮啊，因为医生跟弓箭手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要打拉扯要打救人的话不太舒服的。是的，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放下来。要去处理弓箭手，弓箭手就在脸上，手里有一个飞轮，然后一个秘鲁跟2个龙骨弓能操作出来吗？弓箭手其实现在他就是在拖一个木偶师点门的这么一个时间而已。而且这个龙骨弓的命中率还是非常可怕的，2箭全部都命中核心了。这秘鲁也中了，前面进板前能出刀吗？看一下来得及吗？哎呦，很极限，还是解了一波差。不过喧嚣本来也没有擦到。是的。那这样的话，神坠那边是有机会能够起的，爬起来。泪水感觉手上的泪水手上窥视者也快够了。是，他把自己扎满，然后让木偶师过来帮忙扛刀，或者说木偶师去救人，都是有可能保平的。对，现在的话，神坠跟队友说：“哎，我状态打起来了，我能走了，你不用管我，直接冲。”一个窗弹，
看一下现在的话，对于泪水来讲，应该也是没办法拦得住了。是的，毕竟是没有带挽留的嘛。如果带挽留，说不定还有机会。嗯，但没带挽留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去把队伍的一个比分给它抬回来。是，就来看看吧。这把对于台球来讲，天赋也没什么太大变动，感觉应该也是挽留带底牌，没错，或者挽留带张狂。底牌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是，主要是对手没有什么角色能够给你拿很多的存在感。带底牌，然后泪水也是选到了二战的这么一个位置。对，那感觉可以追这手火灾。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台球手还比较克火灾。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前期追他的话，火灾那个位置你不太好入。来看一下泪水这样的一个选点是可以直接去找猫猫的。是的，但开局的话也没有直接交击球点啊，还是想先攒一下，对，确定一下猫的位置，甚至是可以把它给架出板区再交击球点。哎，往左走，想去压一下神锥的位置。是的，感觉应该是要在这边下一下击球点，然后再去找后面的猫猫。这样的话可以一会儿封住这台3战的密码机。对，因为这个追击目标肯定是不会变的。猫猫这个角色还是比较克制的，还是比较好追的。对，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可以让神锥那边多跑一点图啊，这边可以翻。然后两个弹射都交掉，距离拉的还是比较远的。对于泪水来讲，这一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拿到机会，要不要偷一下这个气象试试看呢？哇，气象这边捏强翻风捏得到脸上了，很快，看一下，强风捏得很快啊。对，而且刚好利用自己的一个窗弹，也是躲掉了泪水前期的第一波攻势。那泪水想了想，你都到我脸上来了，我总不能不追你吧？是，而且马上闪现就好了，前面的板区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闪现开一刀。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捏了一个强风，想骗一下飞轮。神坠这里是一个强风，拉开一波闪现的身位，不让你有一个快速闪的机会。是，那你还得再上一波加强腰。是的，然后一波回头，这样的话有一个平地拿到机会啊，惯性给的移速还是非常的快。对的，这边神坠也没想着去交空气瓶，我不着急，因为我知道我其实前期这个6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是，但关键点在于求生者这一把是在终点半场进行牵制的，所以这边可能会留下来那么一个3连。对的，这把看一下，其实泪水手捏了一个成鱼，这也得注意了。对，手里击球点也不太够，泪水这波追击可能有点压力。是，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封一波，没办法回头走，那该倒了。没错，而且还有冲动这么一个加移速。看到外围密码机也是刚刚到了2台半。是的，3战那台密码机也是一直在被控啊。所以火灾对，所以火灾的进度并不算特别多，是这一波有点不太够，暂时要封的话会慢一点点。然后再封了一次，对，看一下大副这波怎么救。救援的话，我感觉大副救人是问题不会特别大，不过这个地方距离有点远了，还行，也是能够掏下来。但是气象手上是已经没有道具了，是的，所以对神队来说基本是比较难牵制。把板子一封，但是想翻没翻到。那这里主球拉回来又要被管住这附近的遗产了，只能倒角落往门口的一个角落倒了。对，看看3战这台能不能抢开吧，80多，应该是能抢开的。对，第2次回退时间应该还没那么快。对，应该是能极限抢开。而求生者这把也没有 OB 位嘛，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后面再去调整，不一定有机会了。是的，但你看逃离最后一台要去鬼板方向，那其实有点远。是，再加上大副又修得慢，这把求生者可能很难去面临一个4人开门战。对，哎，但是那边好像有无伤救的机会啊。对，这个位置肯定不能走啊。猫猫贴了过来，再帮忙补上一个气囊，不过这一刀被抽到了，很亏啊。其实这种椅子上下来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啊，是不要亲自下板，就你最好是让救人的这个队友来帮你辅助下个板之类的。对，然后你看一下监管动向，尽量拉远距离去跟他博弈会好一点。是，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无伤救，而且拖出了20秒的时间。那对于求生者来说，是赚回了一波很大的节奏了。对的，再加上最后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算是比较远的。对，泪水手里击球点虽然多，但是要赶过去花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想先把终点的密码机封上，然后再去外面管人，应该是要抢密码机，肯定是李宝那一台，要过去还得再交2个击球点。对，那落地就没什么击球点，而且机台封不住。是的，哎呦，实在是太远了，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够啊。如果说能够把鬼板的密码机也带进去的话，那他能够追击的时间呢也会更多一些。对，2个半场，2个极端的距离，中间还能卡一个人，这把对球来讲，密码机是肯定稳稳能够的。是。
太远了，确实太远了。而且你这边找到的是李宝，他手上还有一个表，你不一定能够快速处理掉他。现在泪水想往外面走，但是看了一下击球点，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追这个大副。直接交表，那也是闪现打到闪现打出了泪水。但是这个时候交闪现，令台密码机管不住，开门战没闪现了。他开门战没有闪现，其实也还好，就毕竟他也没带底牌嘛。但是你闪现去换掉大副一个道具的话，这一波确实不能说得上是赚了。对，感觉甚至说有点亏，很危险。因为他更需要开门战用这个闪现快速处理人，然后才能控场。是的，那可以看到密码机已经马上压好。这个闪现交出去，感觉开门战的话，对于泪水来讲没什么太大的真胜在外面稍微拖了一下，等到主球消失，大副也是强行过来吃这一刀。是的，密码机直接通电，手里3颗击球点，得要去处理一下这个大副的。大副手里还有块表，看看能不能扛得住。是的，这里击球点交完，没有闪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一波没有闪现，猫猫了，被迫回去找猫猫，但猫猫那边有车啊。有一个交气囊的机会，而且你没有闪现，你开门战你还是没法快速把人给秒掉。而且这个气囊也把自己上车路给他一个主球，但是并没有命中。再绕一圈，看一下地窖点离的还是比较远的。而且你现在把击球点全交在这了，终点那半场你怎么去管呢？就是没办法封了，所以这个把的话，对于泪水来讲就尽量去保这个品质就可以了。没错。还好这边鬼板是没有地窖啊，不然压力就非常大了。我回身砸头，非常漂亮。是的，如果有地窖的话，感觉已经跳了，因为队友那边2个人都已经到达了门里了。是的，主球也咬到，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稳稳的击倒。是，另一边门也点开，看一下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要准备，是没有机会了。对了，应该是出门了。那双方也是再次。然后再加上机械师，如果说2个玩偶被处理掉的比较快，那本体破译的速度也挺慢的。最终佩佩也是选择了割据，那就看一下双方在选点上面的一些博弈了。如果能够选到机械师附近的话，点，想想看，要不放终点赌一手，赌一手这个割据会去别的地方。哎，果然是也算是赌了一手。把机械放在桥上，然后这边监管者想要去赌鬼屋附近有机械，但是没赌到啊。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佩佩这边追击目标就是放在麻油身上，是他直接处理杂技。杂技，毕竟离机械师确实是有点远啊。这一波如果再过去的话，万一机械师他原地苟起来是很吃亏的。对的，哇，佩佩这个熟练度真的好高啊，立马就贴近身位了。接一个红球，但是并没有封住路，这一刀没有拿到，但没关系。哎，但这个小短板，对，这波稍微有点小失误，有点小卡脚。对，那这样的话是可以拖出下一个球的 CD 啊。这边可以交球进板，补球吃到了，求生者也已经开始破译了，4台都在修。这个板区，哦呦，还是没有抽到，对，很凶险啊。不过对于割据来说，它的节奏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等到闪现好，在闪现好之前可以先拿一刀，那么就没什么压力。看了一眼桥上，好像是个娃娃在破译。哎，这个位置这样走的话，好像还能省闪。对，闪现省下来了。对，这一波挂上还可以快速的去处理一下桥上的娃娃。看起来对于佩佩来讲，这个休赛期熟练度一点没掉。对，佣兵也是提前卡了过来，但是没有给到这么一个距离。对，看一下机械师能不能意识到他要去打娃娃了。尽量去拖开这个距离吧，但是感觉没有提前走的话，还是佣兵应该可以考虑无伤救一下。对，来不来的回速没问题，救下来。但是杂技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好牵制了，毕竟他的一个道具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是的，也差不多该倒了嘛。红球刚续出来，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身位让他交了。但娃娃被打掉，其实佩佩的节奏还可以。对，就等于说是拿半个娃娃换佣兵的一格血量，但其实对于机械师来说，他的半个娃娃他能做的比佣兵的半格状态是能事情更多的。对，如果说没有出那个娃娃，现在娃娃密码机估计要差不多亮了。那一旦亮了，可能对于佩佩来讲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佣兵应该会再来卡一波，因为他是满状态，有机会的话就救，没机会的话呢就卡在边上看看也行。压过来压一下下的位置，看了一下没想过来救援的意欲，那就得回头去排一下佣兵的位置了。是的，他一会儿也可以直接切底牌的，不急。
哎，有耳鸣了吧？哦，佩佩要出去了，这一波佣兵好像有机会能看掏啊！来直接交换了，换要过能来得及去了，吗？能来得可以及吗，可以！救下来了。哇，那现在手上回数还没好，佩佩刚才没有排鬼板方向啊！如果能排到鬼板方向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察觉到这个耳鸣的。对，那这样的话，让一个有球的杂技被救下来了，还能坐车，是的，直接闪现交闪，把人拦下来。那亏大了呀！对呀、这不仅交了个闪，而且还拖了很多的时间了。是的，其实他甚至多待2秒钟，可能这一个人就救不下来了。但是他太想去下一波节奏了，对把闪现交到了一个马上挂飞的杂技身上，求生者的密码机是差1台半。是的，那这样看下来的话，现在手里闪现交了，双方现在趋于平局。他这边是可以确定佣兵的遗产是鬼板的，往这边排，但是并没有看到人，对，而且外面要被点亮了。外面3个求生者全是满状态啊，这一波很难处理了。对，但追机械师的话，机械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而且机械师前面是一个慢翻嘛，反弹以后他也不敢拉走，只能待在原地。机械一个人单人牵制是肯定没有办法撑到开门战。打到了娃娃，对，到时候还得再来救一波，那救一波的话就有机会了。这波打娃娃的话还是成功转了个点，但可惜飞轮是有点失误。而且佩佩这边操作非常极限的一个卡视角，把自己红弓卡没了。这样的话，桥上的遗产也补掉了，一个抽刀直接打倒了机械，得再救一波。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够的，对的。但是对于佩佩来讲，他没有传送，所以他不太好控场，想挂地下室去打一手针对。那这样的话，佩佩就有一个争到多抓的机会了。哎，是挂桥上吗？这个位置吗？也行，看可以打针对吧。而是飞轮交了，因为他可以去判断这个机械师大概率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能够针对到一波的话就很舒服了。对的，然后也可以拖出自己的一个传送。毕竟最后一台密码机它在鬼板啊，它其实离起点还是有一部分距离的。是，这场佣兵手里道具也不多，所以到时候开门战是有风险的。看一下，对佩佩来讲，这个动作就是要打针对。是的，尽量就不出刀了。哎呦，打到了针对，那得直接开佣兵这个换不能省。是的，佣兵只剩1个护腕了，这一波是可以直接追出去的。对，下另一边是交喷器背包直接去点门，但脸上佣兵还是很危险啊。没错，走不远。现在佩佩刚才被偷人下来的气，这一波要全洒在这个纯净水身上了。那看一下另一边，菲尼加也没想着过来救援。不过这个身位来说，好像有机会能够把人给掏下来。被迫交了传送，这波是有点卡脚。那这样的话，佣兵把手里护腕交掉，是手里也没道具，变成白板，离地窖的位置很远啊。地窖在鬼板，那佩佩这个位置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拦住佣兵的。那夏夏还不出来吗？佣兵这个位置是肯定没有办法走地窖的。太难了。他出来好像也没什么用了。但是佩佩刚才隐约是被断掉了。对，所以这一波应该还是来得及。也是成功打倒。对的。那最终完成一个3抓，也是直接第2把5比3结束了对手。没错，以一个2比0，干净利落的拿下了比赛啊！让我们恭喜踢速战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进入下一轮。是的，这把看起来感觉踢速真的佩佩这个状态太顶了，监管者就不好争胜了。对的，聂西、寒冰、弗莱迪的聂西来了，是的，也是我们。这其实我们在选之前就已经知道他要猜到会选什么样的监管者了。对对对，但是还是内心非常有自己的一个位移能力嘛，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跳点的理解。对对对，他可以突破一些无敌点的。看一下骑手的选择，直接交跳2段来到中场，前面是陈某人的魔术师，他是选择直接开局就给你魔术师的一个追击的压力。对的，那魔术师的话就先凭借自己的道具，看能不能拖到新之的一鸟回来。这样的话，直接2段跳再过来，体力打空，魔术交出一个魔术棒，但是位置没有找到。对，这波陈某人是一波反走，然后避免进到了最安全的交互点。是的，这个道具的释放是非常稳健的。哎，但这个板子的话，哦呦，非常惊险，差点是一个恐惧震慑。说实话，对于这个距离的把控还是有点做的太到位了。对，这一刀，哦，太吓人了。还好他带的是一个弹射，有一个肌肉记忆。如果是一个飞人的话，可能需要震慑。感觉在牵制这个聂西的上面来讲，这个短板区还是比较危险的。对，这边先知也是在丁氏这边的魔术师了。再跳一下，给只鸟。要利用这个擦刀的空隙，可以往大房进行转点，但是聂西这边移形好了，直接过来把你的位置给压住，魔术棒，看能不能木压一下。放出来了，魔术棒。但前面这个板区的话还是比较危险啊。抽刀，再一个抽刀，还是没抽到。又骗。
哦，屡还是试不爽，抽到了还是抽到这一刀。这个板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安全板，它外面是可以绕过来的。对的，那目前的节奏是一个1分17秒的一个击倒节奏，长密码机有个近乎2台多。这个击倒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也是没有想到吧，在刚才那个位置能够非常极限的去拿到一刀，对，而且这边配合自己的一个移形，把模式给架住了嘛。哎，但是这边调香师可以。哎，这边想偷放香水，直接回速，那这样稳稳吃刀救。是的，还好是调香师啊，不怕聂西这边救人拦截。其实感觉他刚才甚至可以尝试一下，我放香水把人给救下来之后再回速，对吧？那这样的话，可能还能给魔术一些26的空间。对，甚至有可能能保到一个无伤秀。也是没有什么26嘛，毕竟聂西这边也是开启了2阶。感觉海姆弗莱迪他对于这个体力的消耗，他是完全不会去心疼的，对，他是一直在节省自己的时间。只要他的劣势是月可以拿到刀，那就是可以的。对，就是我说我体力打空了没关系，我就挂人啊，或者说我赶路啊，我就赶紧把这个跳给交掉。对，第2波的话是男的大副过来救援，提前要出第1段海神怀表。他的打法的话，都是属于这种每个跳都很果断的去交的。蓄力刀直接打了出来，看到了。那这样的话，2段跳回到椅子面前，可能要双倒，没救下来，没有救下来，坏了！这波拦截打的实在太精彩了。是的，因为这个位置的话，他可以先躲掉这个跳再去掏。讨厌进度还有一些，但他想要趁你跳下来之前就把人给救下来。是的，而且脸上还有一个承载的调香师。哇，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危险了。这个移形再给香水能不能回3秒钟的一个盾？但是你不敢翻呀，翻过去的话还是要倒地的。对，移形回去还是可以击倒。难道说这把要自抓了？哇，目前那个节奏是比较像是一个自抓的节奏的，因为密码机现在还差2个比较整的密码机嘛。对，而且这边上挂了调香师之后，大副的自愈是刚刚好能起来的。是的，就等于说是对于海明弗莱迪，我脸上还有目标。而且大副的话，他的一个位置他是名牌，一旦被击倒的话，没有自愈。但是这边还是有化险为夷的，就看这波救援了。是他又被打了出来，那这样子可能还是救不到。救不到，他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够的。哦，刚好又倒在了一。然后也不用去管大副了，只需要找外围的先知，对，拿到一个4抓了。大副这边已经没有自愈了。我的天哪！这绝活确实是绝活啊！绝活不会是绝活。一波手椅的一个拦截，所以当时在 BP 的时候，我们就说大副其实打聂西刀还是有压力，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口。一个是他容易双倒，另外一个是你一旦被远端拦截，你还真救不下来，因为什么？他没有位移能力。哎，对的。他在救人位里面，他的一个救人稳，他是偏向于说你需要跟监管者进行一个博弈。对，没有被我拦截的一个情况下，你一旦被拦截住了的话，那你还是没有那么稳的。对，但是这波先知偷偷摸摸绕了一个大圈，好像可以把这边的调香师救下来吗？好像来不及了，距离太远。还进度。是的，但大副只要一起，那么聂西就会掉头回来。知道你先知是把大副摸起来了，而且这边已经想了，远端也看到了先知的踪迹。那这里的话就是做一个后续的处理。对，因为场上还差2台密码机嘛，所以可以先打掉先知的状态。对，其实这个节奏就很难翻回来了。对于求生来讲，看能不能拉扯一下，保一个争1的这个节奏。打一道状态，那外侧的男的话，现在去推密码机也不太现实，还是要补个状态，看能不能利用推理中路去进行跑一个。是，看要不要摸个箱子补道具吧。这样的话，在2楼去摸一个安全箱。哇，这这直接想挂人吗？这么自信吗？哦，想了一下，还是把先知丢下来，对，丢到这个空地里。他这个时间也是在回复体力值嘛？对，他主要是没有任何挂人的必要嘛。他只要慢慢的去找这个人的话，大律师可以4抓的。对的。再往前走的话，耳鸣就要出了。没错。哎，选择向右走，但是男的话是往左走的。绕了一手，2个人有点错开了。其实大副的话，这边也是一直在想尽办法去躲掉这个耳鸣啊，但是好像极限视野还是被看到了，烈士之月直接跟上，真的甚至可以切个闪现啊，直接交闪。那这样先知的话也是不能起也得起了，因为大副他起不来嘛。对的。但是这边先知的自愈好像他是没有摸满。他决定先爬，让海明弗莱迪找不到他。那先爬远一点，再去压好自己的一个自愈条，但是还是爬不太远。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先知上挂，大副没有自愈呢，就是完成了一个4抓。哇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不愧是顶尖的一个绝活啊。对于这种绝活逆击来说，他的追击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就但是还有更精彩的地方，就是手里的拦截。当然了，那张地图的话是有梅阵嘛，比较适合拉像师嘛。其实大同小异，这张地图也比较适合拉像师。不归零的话，可能它封密码机的一些位置啊，还是有一些讲究。对，对，而且拉像师这个角色是比较克制调香师的。是的，是的。就让记一下中场的大副吧。如果你要强行在大房追调香，调香师可以利用跳楼箱很好牵制。是，好，也是先往中场去排啊，把这个密码机先封锁一下。对，他可以通过先驱赶中场的大副，然后再找一下外侧飞行家或者是入殓师的节奏。是的，大副这边的话被赶走，再回头找一下我们的飞行家，对，已经提前去交了一波背包去拉距离啊。规避上拉，这样子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上拉机会的。对，虽然选择交荡绳过来，再跳下1楼，看能不能直接堵住飞家的位置。想反向蹭个反弹，被上到了30-40的拉。他其实这一波的一个荡绳过来，还是省了很多距离。对的。反手再想换，想换入殓师吗？但是入殓师这边是最不害怕被追的角色。对，他这个开局的节奏感觉就已经没有那么快了。而且进到前面的交互点的话，是高掩体不太好上拉的。主要是入殓师的话，我本身我就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就没有那么好让你去滚雪球。对的，这边翻了板之后的话，手上有飞轮，99的一个拉。是的，飞轮但没有消掉，有点可惜。让他打一刀也知道你携带了张狂。对的，这边还不敢贸然交出自己的移形，因为如果移形一旦交出来了，那入殓师的灵柩就可以有发挥空间了。他技能只能留给入殓师的一个灵柩反生，不可能说让你拉开那么远的一个身距嘛。对的，这边交出窗弹了之后，还可以再绕一圈。这个就是不归零这张地图地形对于拉上师的一个劣势了。哎，有点忍不住，得交移形出来了。是的。现在的话，你这个人你得往回挂呀。他现在的话，应该有看到过灵柩在，刚才密码机的附近。得挂到稍微靠近中场的椅子，否则的话，第2波追击的话要被拉起来。而这里的话，也能够去封锁一下密码机，干扰一下。直接选择不反生了，决定让队友先救援。对，大副这边可以先套一块显微翼。因为如果反生的话，大副这边的密码机也会被封嘛，相当于是没有修，那干脆直接让这边大副先救。是的，而且可以拉开更远的距离，等到下一波的时候，你一下没好，我倒地就可以选择反生。哎，对的。是喷满了，拿一刀，然后大副把人给救下来，现在赶紧拉走，开出了2阶。这波就利用化显微的时间，尽量倒到角落的地方。没错。看一下狼师的话，还是得先把密码机给锁住的。场上密码机还差最后的2台70%。对，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 OB 位嘛，就说就是为了一个速修，然后拖时间，看能不能去把密码机点开，然后赶紧走。所以这个入殓师的话选出来就非常好。第2波是不需要求生者来管他的，自己就可以管自己了。对的。这边移形还有20秒才好，所以说是入殓师灵柩反生之后是有一个牵制空间的。对，他反出来的话，他其实也不是为了一个36，而是强行的去拖你的时间。再锁下这边的一个密码机，那现在入殓师又得赶紧拉走了。但是这波可能就是没有想着去牵制了，尽量倒离一下篝火这台的密码机，为队伍争取一些破译时间。而且压根儿我就没有那么想活嘛。对，他们只需要跑一个就可以了。我飞了无所谓。重要的是队友把密码机给点亮了，牺牲我一个，幸福他们3个，对吧？那这里的话选择交移形过来，密码机93还好啊，是没有开。是的，那还有一波控的机会，有一波争平的机会。这把的话也是没有去携带一个挽留吧？对，开门战的话是非常难打，算是把所有的宝全部都压在前期了。是。再封一下密码机，想去追一下这边的飞行家。飞行家这边是没有携带红光反照的，但是外侧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60%。是的，求生他们已经选择去新起一台了，让你没有办法去封锁住2台。然后飞行家的话，自己跟拉上师这边去牵制博弈就可以了。小心一个2阶的一个热拉。没错，在这个位置强行给到你一个擦刀，然后再去拉开距离。其实这个悬停是可以选择直接交啊，因为密码机快够了。交出悬停拉开距离，加上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所以说尽量去保自己的一个存活嘛。
不过这边的话，蜡油的话是还有机会能定到的，因为分家没有后高反要直接通电。对，现在选择交出热蜡，给了一个预判蜡，但是没有命中。我分家就给你了，另外2名侵略者直接走进一侧门，哎，荡身荡过去，荡了过去。但是好在进攻者是可以再荡回来的。荡回来，但他肯定是没有任何时间去管另外一边的门。对，因为你刚招过移形嘛。对，技能是拖不好的。如果说这个你技能能拖好的话，那把这个人挂上还能搏一搏。但是技能的话，哪怕你挂上也好不了，最终还是一个平局的节奏。哇，那么第一局的话也是由 Zeslin 这边率先去拿到了一个7比7比2， 2的一个大比分，给中场给打出来。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聂系玩家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对，对，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的。而且一个 OB 位打台球手干扰，那么我肯定是尽量先修开边角的密码机。是的，但是这个选点的话，勘探员可能。好，来看一下，看一个追击目标，还是选择了我们的勘探。对，前期先跟进一下，省下自己的击球点。是的，因为如果说我前期不追击的话，中期肯定也要被勘探员去反过来去 OB 嘛。对，最好还是在前期处理掉 OB 位。是的，是没有选择去交自己的一个纠点。哎，有点想换追的意思吗？直接反绕过来，想要去换到这边的佣兵吗？好像换不了。不太理智的选择，可能还要再换。他可能考虑是等下打一个出其不意，但是这个有点太难出其不意了。对，毕竟的话他还有那么多的一个道具可以去使用。对的，想一想还是换吧。追佣兵的话风险性太高了。等你求者先破1点，然后我再过来锁你的密码机，是的这样想。往前走的话是白纸的拉队员，对，拉队员。那手的话，道具是满的，看就什么时候使用了。前面的话有一个板区博弈的机非常快会，一个续刀，哇，这也能省住道具。可是说对于这个刀器的把握还是比非较常精准。对细腻的。交出了两段花球直接拉点的话，可能会被击球点拿刀啊。对，感觉还是分开用会好。是的。毕竟这个台球手是一个不怕被拉距离的角色。对的，这边直接打一刀，开出张狂主球，出了之后就不太好前你感觉跟上一把也是一样的是有一点像情况，就是他不怕你拉距离。对，你有时候你道具得省着用。前面的话有闪现的，直接闪现击倒，哇，非常的潇洒。而且有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拉队员倒地的位置刚好在中场啊。对，这里的话，只要我的击球点足够的话，我是可以随意去干扰的。对，你现在2台密码机都没有破开，2台都是70多。对，那边红莲河以及中场都被我干扰了，而且这边的一个 S 把还会被干扰，对，也要被我去用击球点回退。手上击球点是足够一个封闭领域的。这样的话，他也不需要去打太多的一个手语节奏，只需要打一个针对就可以了。好在说是这边的闪现交了，拉队员的道具可续，可以看能不能2次牵制一下。看一下佣兵给了一个激励，小加速走开了，很细节。是的，想着捏一下主球，还是要去给到拉队员。哎，吸回来了，的话过来，但是人还在球上，扛刀，没有扛到。对，没关系啊，这里还有2块磁铁，看要不要操作一下。对，哎，但是他这里的一块磁铁是丢歪了，丢到了地上。那这样子的话，只能说是看2次救援之后，拉队员能不能牵制起来了。这个 OB 的效果的话没有发挥出来，不是很好。对，而且的话也是在脸上可能要被逼救了。这如果说被打一刀的话，只能直接救了呀。打一刀。拉队员的一个花球只有1段。现在有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台球手他这边可以通过自己的底球避免你这边想。是的，他很细节的是把主球放过来，把你这个位置给你架住，逼走。刚才如果拉队员回头的话，就上当了。蓄力刀先击倒勘探员，扛一刀。其实拉队员你也走不远，也是囊中之物。是的，再进入到自己的一个9点上，那也是逼你去翻板，对，踩板。那这个移速，关心还有4秒。对的，再利用球吸回来了，牵制不动了。那没办法了，要被直接打倒了。而且非常恐怖的一点是，勘探员在脸上也能续上，对，甚至还能先挂勘探员。哇，这得赶紧来个人救一下！快来，这个得争分夺秒了。主要是这个密码机现在这一台是一台整的，那对于球员来讲，这个节奏真的会有点。可以弹呼案赶紧过来救援了。骗一个道具，而且勘探员等于说刷了一波挂。那这样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去找这勘探员。没错，而且下一个闪现也快好了。哇，感觉
海明弗莱迪这边他的一个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呀。对的，往右走的话是佣兵，决定先锁控一下密码墓地机。对，把你病患的状态跟道具也打一打，因为他手上有闪现嘛。这个主球攻想把没吸到你的下面交互没打到，还好。还有一个击球点，哎知道吗？拦到吸到了，啊，熟练度真的很高啊，对这个角色理解太深了。没错，这样的话，你病患的道具得交了，再不交的话，这边就有一个闪现的身位了。对不好交，你只能说去防闪现。不行，这样子的话，蹭出窗没有窗这弹，还是能要被闪闪死。对，哦，海明弗莱迪这边是防了一下，这边有窗弹，是的。又吸回来了。细节在窗户口去打一个交互，其实对刚才他追拉拉的时候就已经用过这个，他就把击球点放到了牵制窗户口，你对只要交互，你就一定会吃到。然后留了一个隐藏球，自己再跳出来，把你这个窗户给封住了，对，这样你翻不过去。哇，学到了，学到了。看一下外侧密码机是甲门在抖，那也是知道最后一台密码机在哪儿了。是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又可以去选择一波控场，来打一下佣兵的状态。这一波是，哎，那这样子的话，甲门密码机是有机会能压好的。对，已经修到60了。那现在的话是有点干扰不到那台密码机吗？对的，可能是想打一个病患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一个针对吧。对，这样的话一个主球过来，还有是躲掉了，闪现是不选择交的。那这边求生者可以选择直接要通电，开，应该可以考虑直接开了。对，直接通电，因为病患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对，那边的话佣兵也差不多能贴上门吧。其实这一把佣兵的几个护腕都非常关键。对，还好是个救人位佣兵啊，比较灵活。是，然后病患的话这边赶紧把自己的道具给交完，吃一个闪闪现。看一下他如果挂人的话，这个时间能不能来得及去关门？击球点手上有7个，非常富裕，但是可能还是有时间上来讲点来不及。还是有点极限，而且佣兵是能扛一刀，对，加上勘探员手上是有磁铁的。有没有机会吗？已经来到了70%的进度。是的，这边看他的一个花式操作了，有一个主球吸回来的机会，没有球，跳出来，吸回来了，但是是佣兵打一刀，没关系，佣兵是可以出去的。对，那最终还是能完成一个平局。他其实这个操作已经非常华丽，非常丝滑了。甚至当时我们第一视角、上帝视角看都很难发现这个主球飞过去的一个那个理解。但这种东西呢，他有时候他想传授，他也很难传授出来，因为局势它永远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可能自己玩一玩，也就马上就领悟出来了。他只能是有大概那个思路，根据当局的一个具体情况去想，去预测求生者的一个动态。那这边的话还是一个杂货商。放在弓箭手身上了，因为你回头抓病患，首先病患能拉距离，其次进入到墓地这个点位的话，你是不太好进行追击的，对，干扰不到任何的秒。好，哎，开局先吸一个自然之力，对，来一个藤蔓。往前走的话是这边与秘书的拉拉队员，选择是一路藏红光来这边的一个墓地门，想去堵截一下这边的拉拉。拉拉确实是可以作为追击的一个对象。是的，开个门，有个交藤蔓的机会。怎么给？别给了，化学交不交？哦，好惊险啊！是利用藤蔓马上快捆到的那一刻交出花球加。是的，这样他往后的话，藤蔓他的一个翻越速度。对，而且是利用受减速抵 buff 的时候规避了碎石。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碎步扭掉了碎石，叫他骗一刀再交极限花球躲了一刀。他玩的很极限呀。对，但是这边进入减速抵 buff 之后，还是吃到这个碎石伤害。那还是很危险，下一个碎石不能再吃了。哎，板区博弈打到一板，那还接了一个板弹，很舒服。这边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吃到这个碎石被秒掉。只要不被炸秒的话，这把这个签时间应该是比较充足。后一刀没收到，又一个回头盖板，这波博弈真的是拉满了。这板区博弈。那这波梦幻小明有一个藤蔓加碎石的连招。是的，而且卡了一个交互，直接炸到了。那拉队员这边应该是牵制不了太久了，交出藤蔓，翻过来，骗回来，再翻回去，还好，还好是击倒了，招中了。如果是要不中的话，他手上都没有什么道具。对，而且拉拉队员的第3个花球又续出来了，是，脸上还有一个车，对吧？他万一拉一个花球直接上车了，对，那你的话，如果手上没有藤蔓，你还拦截不住这个车，对，所以说比较危险。那这样的话。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救人吧。对，密码机的话是，如果弓箭手来 OB 一下，有机会能够。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拉拉队员这个角色，他是有一定的2次牵制能力。主要是他这个前期牵制就非常好啊。对。
这边直接弹过来能掏，稳定救援。第一而且波的话还有一个花球，可以省一下这个花球，看他要不要交，省一下。找一个位置让队友先进行一波 OB，对，到 OB 差不多了，我道具虚出来了，我再给一波26。这一波就直接往第二波刷化险为夷的队友方向跑就可以了。是的，看一下，哦，这边是考虑让病患再救一波之后再去打一个配合，但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监管者他会选择底牌切一个兴奋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对，你要是一开始没有把这个技能逼出来的话，后期他就有反制手段了嘛。对的。现在的话，猫小明看到他的一个手椅，给一个门儿，然后藤蔓过来咬住，应该是能够去缠到的。哎，被没有缠到了，一个无伤救人，还扛到刀扛到了了。一刀，手拉队员2段花球，直接起先交出一飞。段，哇塞！这样的话，但是远程那个碎石炸还是被到了呀，定点炸到，而且这边关键手好像是没有来了的，直接选择把这个拉队员给卖掉了。要保平。其实他们如果争一争，还是很有机会哎，的。真的有机会的。这边电车还能再拦截一下挂人，对，因为你看这个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其实只差最后2台340的一个是可以进行一个牵制的，而且弓箭手在应对这边的打破障的时候是有很强的 OP 手段的。对，如果说弓箭手选择过来的话，起码还能吃出你的一个底牌兴奋之类的。没错，现在想要拦截病患，看看病患的一个位置。找出钩索，但是这个钩索的位置还好说是没有跟杂物上撞脸啊。主要是早上他就在这边外围，你往外出呢，我就取消。没错，再交出一个同伴，咬住了。想挂在墓地这边的一个遗产，不过已经提前新修了一台。没错，你这边交过技能了，外侧的御马机是没有办法去守的，只能去打这个病患的针对。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平嘛，CS0，只要保到平，第3局7-2的一个大比分，你就很难去翻盘了。是的，这边密码机只有一个53%，所以弓箭手是绝对不能被外侧拦截的。那弓箭这边这，边没有出耳鸣，那大概率能排到弓箭是从另一个方向过来的。他毕竟现在是满道具啊，你就算拦也不太好拦截住吧。现在如果说是能拦住，那就有正胜面，看有没有机会。有点难，有点难，随时没有炸到，那打打一刀是人是能救下来的，而且能挂上一个撕裂值。直接过来射一箭。你现在的话还不好追，2个都不好击倒。对，等这个撕裂值掉下去之后，而他技能没好的一个情况下，密码机他是完全管不了。病患这边应该是选择直接给一刀，然后等密码机亮。对的，这边梦幻小明肯定是想压他起身，2个碎石看能不能扎倒。一个自然之力，碎石，哎，直接交钩，可以开了呀！对，这个钩手非常精髓啊，有点位的，规避了被压起身的风险。没错，这边还在楼上博弈一下，但这个藤蔓不太好躲，小左卫能扭掉吗？能扭掉，好像能扭掉，哦，在狂扭，差一点点。是的，开个门可能要被击倒了。这没办法。对的，有个风险就是这边离椅子会很近。对他手上还有一个底牌，对，能不能去来得及拦一下这个门？直接传的话是有机会能拦住的。但是弓箭手的一个位置，他其实没有贴门。哎，没有第一时间传，反而是第2时间传的。那这样不仅门开了，而且弓箭手好像有没有机会能把人救下来呢？是这个藤蔓的话也没有咬到佣兵，差一点。如果咬到，其实佣兵有可能走不了。这边手上还有个碎石，是，那这样的话能把人救下来，救下来啊！哇，其实佣兵真的是危险了，面刀尖舔血。是的，对，算是为队伍争取了一个救援时间。他强行用命去操作的，因为他一旦被咬到，一炸一刀他就倒了。哎，有点小的走到脸上了。对，直接走过来了。藤蔓应该还是一个保平吧，没有捆留一下到这个病患。哎，不留，不能再绕了，再绕是一个有道具的弓想箭手。看弓箭手，上一个撕裂值，那得等这个撕裂值结束。这很有想法呀。哎，完了，点成了一个自然之力。那他这个藤蔓现在不好交，要直接交藤蔓吗？交吗？那你会晕住的呀。前面就是地窖啊！哎，这样的话不太好吧？这样只要弓箭手射晕一箭是有机会的，他不需要射晕，他只要补上撕裂都可以了。对他藤蔓过不来，会被晕住。这样队友出门了，手上有一个吸，有机会吗？能吸到吗？吸到吗？选择给一刀打飞，打飞了，还好说是打飞了。如果这刀没有打飞，那真的是。对他没有带飞轮。对，他如果带的是一个飞轮的话，真的要3跑。他其实弓箭手，他当然想的是什么呢？让你把我打到窖口。但是梦幻小明他是很细节，一个蓄到自己的技能，对吧？只要能拿到自己的一个技能的话，那肯定是不管说这个守墓人也好，对吧？魔术师也罢，还有这种气象跟火灾，那你就算拉开了我一个空中飞人，我也能够去，然后选择到了左上角的木屋，脸上是气象学家，对。
选点上的话，破译速度不会很快，而且气象学家的话，这个点位起6喧嚣。来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追击。哎，有点想是去找一下中场附近的守门人，但是守门人这边警惕很高啊，是没有给任何的这个起追身位的。没错，那直接到沙包这个位置抓火灾。哇，这第二段的一个双击是没有上到。对的，一颗焰火球的话是两边都可以接受。压力是给到了。手上还有2个气囊是可以进行一波辅助拉点的。这边防一下监管者的反绕。哎，哇，小细节去卡了一下位置，躲掉了一波双惊喜，还拉开距离。对的。那第二段还上到了。这边的话要不要考虑交移形抢节奏？但第一时间好像跟丢了一下身位，还是吃到了刀。对，而且还可以移形回去，再次贴近身位。对的，而且刚刚弹过这个气囊，你还用不了。没错，这边反弹还没有好，但是没有选择空中飞人跟进。哎，感觉马上就要倒了这个位置。这空中飞人飞过来，下一个双惊喜可以直接去终结。放的位置可能歪了一点，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击倒的。稍微多拖了几秒钟的一个时间吧。对这个击倒节奏的话，目前看下来算是一个保平局，保平争胜局。看一下守门人这第一波救援，这个位置的话，这个距离应该拦是拦不住的。对，但是就是会给到一些存在感吧。想要等你出土的时候再去打，这样的话有机会摊一个双倒。差一点开2阶。想摊双倒来了，直接摊2阶。这就是喧嚣他的一个手椅能力啊。就是面对你这种喧嚣的手椅，你守墓人是很难去处理的。哎，对的，因为毕竟没有位移嘛。这个板子的话也是博弈的不错，没有被砸。前面还有一个窗弹射可以交出来拉点。这是一个空中飞人跟进，这里的话有机会去直接拿到刀，可以击倒。那外侧的话，守门人看能不能找一下气象学家调个状态。也没有26起来吧？对，还是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在救援喧嚣的时候，最好不要双倒。你如果一旦双倒，就可能被根据雪球。是的。哎，不过还好的话，外围有一个气象学家能够去辅助守门人的一个状态。还好这波通缉给到的是守门人啊，气象学家可以安稳的贴到一个旁边。还能去交一个城救人，哇，这作用也是发挥的非常好。而且这波可以无伤救下来，并且给到了一定的限制身位。想反向蹭个反弹，拉波距离。在司令的话，他们这个求生者呢，虽然说在前期有些劣势，但他们的运营思路是非常好的。对的，他们这个阵容角色选择啊比较全面。像你虽然双倒了，但是我通过我气象学家打个暖雨，又回到慢线了。对，你看他这个后面的一个补救状态，对吧？我2波的一个化险为夷给你掏出来，加上1波给守门人补状态，立马就是一个3人拉扯的残局，又可以去运营了。对的，传送过来是与秘书的魔术师，是，招魔术棒。制造反走的假象，实则正走，再拉开身距。对的。空中飞人跟进，但是身位还是有点开。第一段没有命中，第2段反走规避双重惊喜，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给你啊。没错。这个时候看能不能掉头回来，再找一下守门人的节奏吧。他现在是需要拉扯去拖自己的一个技能 CD 的。对。那这个密码机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好去控住。求生者这边也是拉扯戳，最后再兴起一台密码机的进度。主要是目前是很难看到4抓的一个节奏的嘛。而且这边梦幻小蜜他没有携带挽留，有可能开门战的话，你最多留1个。确实。看到守门人出产了，决定想续一下上影节奏。没错，这边给了1刀。但是这边第2段的话再上1颗球。还是决定在下个铲子拖点时间。这边被续就被续了，没有关系，因为外侧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70%的进度。那就是求稳嘛。对，大不了这个人我都可以选择直接补救，对吧？让一个人去点门，另外一个人过来卡着就行。可以救一下，因为这边守门人还有个铲子。就是你就看这个摸什么道具吧，如果他这个道具摸得好就可以。对，如果说摸得不好的话，那我是可以考虑补救的。对，如果摸了一根针的话，就可以考虑卖掉了。因为你如果说被拦住了，那也会。那还不如补救呢。对对对。
这样的话直接过来也是有点拦截不到了。而且这个护岸甚至还有机会能省下来。那开门战的话，求者他们运营的资本又更多了一些。对，现在就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在哪里，是想卡一个过半淘汰进，哎，这样能卡吗？还是卡到了这可以直接开。对，手上还有一把铲子，老师你打一刀守门人你也秒不掉啊，他再下个铲，你还得再打2刀。对，而且你的双重惊喜现在还有7秒 CD，是这个位置板区的话，你还不好去拿刀，而且另外那边的门点的是非常已快的。经来到50%的进度了。哎呦，这里的话还空了一段双惊喜，第2段打刀到送人，直接传啊，不能去挂人了。直接传送，但是那个门可以还是直接强开呀，因为你没有谁在挽留的。那这就是喧嚣，对吧？你要别的监管的话，你可能传送落地下来，你还有机会打一打。对，脸上至少你还得站着去。哎，这个护腕怎么往后弹了？但是无伤大雅。你有一点，看这波能不能打到针对，还真的有点实际上伤。弹歪他是能稳走的。是的，这波得看要被留扛刀了，下来了。要看扛刀。哎，这位置很危险，没扛被到打。倒了。那守墓人的话，那魔术师的话这边对，选择保稳跑一个也可以吧本？来是平局，但现在被变3抓了。哦，对，护腕塔的话，他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摇摆方向吧。首先是没有自愈了，他们直接弹到门口的话是留不住的，但是他没有弹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不弹护腕，直接走也留不住。那还是要弹一下的，那好像还是要弹一下，要不然原地被打2刀咋办？他反正他只要不是反向，他基本上他都是的，对对对就哪怕是往前弹一个小段距离也可以走。对，不过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去跑一蛋一样。最后一般情况下还是留到最后一波嘛，把蛛丝存一下。你是真的没有太多办法，而且蜘蛛的话，它比较好的一点什么呢？它不是纯粹是低保这边是选择了大门的位置，是大门的位置，因为准备第1波直接起追了，但他也可以慢慢悠悠的先攒一攒自己的一个蛛丝嘛，也是可以的。对，好，看一下想抓入殓师，他的一个追击啊，直接找入殓。对的，他其实这个位置还挺差的，有点被架在里面那个区域了。但是前期蜘蛛的话还是不要太草率架司了。这样的话，先去交出第1波的弹射。对，先把对面求生者的一个自保道具给避一下之后再考虑说交出入刺。交这个先把它卡在这个板窗后面。现在入殓师的位置已经拉去大门了，有点找不到。是，这波好像有点反而说是把自己绕到了。当时是想拦住入殓的位置嘛，对，但没有关系，他这样的话呢，也是等第2波蛛丝。但是你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耳鸣是中场的救人位给出来的。对，看能不能去找到外置位这个妄想家。看到木屋的密码机在抖了，但是第1保这边应该是知道木屋这边是一个画家，所以还是去选择找一下前锋或者说是冒险家的节奏。稍微有点逛街了，脸上有一个小人，但是很难找到。对，毕竟这边有一串脚印嘛，你要是顶着脚印去找到冒险家的话，需要一点灵性的。是的，在想妄想家可能躲在木屋里，但是还是不敢去找。对的，冒险家的位置其实还真不远，就在前面的一个3板区。其实就在你身边。对，隔了一个小木桩。毕竟不知道嘛，不确定。兜兜转转又是回来追大门的入殓师，逛了一大圈，攒了还是你。 100多层蛛丝了，现在来抓你了。对的，但是这个点跟大方不一样，这个点它更好架蛛丝一点。对，而且它的一个拉点的位置不多，没有什么安全板。闪现开一刀，而且这个蛛丝可以2次利用一下。对，因为它现在有3层，插刀速度也会变快。没错，直接第2个3层蛛丝来了，而且续上了加速。前锋拉球打一刀。哦呦，这波反应很快呀！如果被撞到了之后，入殓师的话，这边就可以前锋相信他。是直接用球跟身体去帮队友对扛一刀。但感觉的话，陈仔这个位置也是没有那么好去活了。手上蛛丝还有90点，是的，只能进到前锋2门进行一个博弈。过完刀没打到，反绕一下，这刀能击倒了。哦呦，这肌肉激个飞轮励吗？哇！哎，陈仔这一波的牵制很成功啊。对的。这边前锋还想再给一点牵气球的压力。但这边有很多蛛丝，也是不太敢去 OB 了。如果说你这边要硬过来去撞一下的话，那很危险。想弹前锋，先把球逼掉。哦，那这样子可以回去挂一下这边入殓师了。密码机的话是肯定能够的，但是毕竟入殓师这边没有携带护方护照嘛，所以这个灵柩可能得省一下。
看要不要第一波选择直接反。如果说不能反救一波的话，会更好一点。对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再给自己留一个灵柩。冒险家跟前锋都携带了化险为夷，化险为夷的数量肯定是不用担心那。他可能就是考虑这一波叫来之后，直接往木屋去冲了，然后最后一个远程的反生反到大方。对的，这边应该是能排除监控者是携带一手张狂的，无伤救了下来，那反而说是给到了一个陪跑空间啊。但这一波没有撞晕，他是消了画的还把这个眩画家的晕这，个乌龙的，这有点乌龙。是的，但是还好这盖到一个板子打一，板，对对对，能保入链是成功进到木屋，但是木屋的板区是在开局的时候下掉了。就当时看了画吧。嗯，卡个位位能卡住吗？卡住了。能卡住蜘蛛的模型会更大一点，是的，那这样只能翻冲出去啊。要被求生者稍微拉扯一下，这已经跑了很远了，而且这边还在脸上一直去卡位，先突一下画家。减速一下，这样的话就卡不住。对，只能说是看你这边入殓师要不要主动去找画家吧。哇，他这波2-6给的非常充足啊，直接没错，那边那个大门跑到现在那个沙包废墟里面了。对，一口吐丝吐中，然后手上应该还有一幅画，可以考虑去交一下。哎，抽接抽刀，倒，翻过来，就是拼命的去拖时间，让你这个踩板的时间也变慢一点。对的。这样子的话，肯定是要把入殓师稍微挂到离灵柩比较近的位置的。是的，让大方低焦点去挂，这样秒挂上就可以秒贴过去。因为这把求生者他们是要4跑嘛，他们谁都不能丢下谁，所以说你必须要把人都保活。直接灵柩反生，但是因为入殓师这边没有携带红光返照嘛，所以保人的压力还是很大。是的。其实感觉入殓师当时的时候再往沙包里面去倒一倒，倒一倒的话会更好，可以。挂不出来。对的，那密码机的话，其实现在还差一点儿，能卡位。想交闪现吗？先击倒画家，对这样可以把闪现省下来。是的，那这样的话再换一个人过来保，那密码机的话，要不要直接通电呢？压是压好了，但没有回光返照也是一个问题。对的，你要再陪跑的话，前面就有一个闪现击倒国检的一个对，机会了呀。你亮不亮密码机的话，跟蜘蛛没关系。对啊，那就只抓这一个人。那这边闪现击倒我直接裹呢？哎呦，没有扛到刀，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去淘汰了。前锋好像也不在边上。对的，这把确实甚至是还有个没有办法，这把配合确实很好的。但你毕竟是要去4跑的局嘛，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容错，没有那么大一个机会。很可惜，还是这个灵柩的位置不太远，没有拉开身位。对因为低保这边携带的是有张狂加挽留嘛，对他没有很强的不然感动能如果说力。距离足够远的话，能够藏一下脚印啥的，还是有机会的。对的，可惜可惜，再往回走的话是陈某人的画家，手上有飞轮，还有一幅画。没错。这位置的话，3层丝吃一幅画，那画家的话也是比较难走掉的，第2位置还是很远的。这边朱露斯继续赶路，非常富裕，直接来一个4层丝连架，吐一口5层点丝，交互哇直接击倒，哎，一点博弈空间都没有。我的超级智慧要告诉我该使用我的超级速度了。对的，这样的话也是能够稳稳的去拿下一个平局。是的。就恭喜 ZS 令，然后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那么恭喜 ZS 令，哇，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第1局展现了一下绝活的魅力，拿下了。这种有个问题点就在于说，你咒术跟医生，你必须要去选择其一去针对，对吧？然后你另外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会给这个 L 字形，然后选择在墓地。墓地的话就会率先撞到园丁或者存在感提取机，是吧？守墓。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园丁的方向走一走。对的，刚才也是说了，就是这位选手的话呢，在赛前还是比较活跃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那种不太容易紧张的选手。是的啊，所以享受赛场的那种感觉。对，上来还是看一下啊，四灭给到一个红球，一个土球，哎呦，很准啊，很准。那感觉是对他起了想法了。这边防了一下反绕，但是丢了一下身距啊。园丁这一侧往甲门方向转点。对的，但还好的话，盾这边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而且带了一手双弹是保证了一定的牵制空间的。对啊，但是的话，双人惊喜也是好的，有一段时间了。点击身位，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等盾了，去等盾，想要等盾了。但这边的一个双惊喜的时间，看能持续。还在骗，给到一刀。
感觉他的追击是完全不着急的啊，就感觉啊一切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的样子。张狂亮其实有空飞人哦给隔板双重惊喜，我感觉年锦他的喧嚣打得更加的精打细算了。对对，就是我绝对不会浪费我的双重惊喜的，有一种我得有把握再去交。是的，敌不动我不动的那种感觉。对，因为现在对于喧嚣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子弹更珍贵了，对的，对吧？你要去计算啊，要不然的话一等就是18秒，这有点受不了。没错。那这边的话也先不着急踩板，注意好救人的一个位置，可以争取打一个双倒的一个节奏啊。看一下小兔这一波的救援。对。不过守墓人救援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啊。趁一个空刀后摇直接扯。的话，双倒打出来的话，可能身位会丢的非常多啊。再给一刀，还要继续追。哦，就要硬双倒。那这样子，移形再去找园丁，很准的一个移形，逼迫园丁反走。这样的话，求生者这波救援可以说是亏中亏，就看看思咩能不能稍微再坚持一下。这边的话应该要等盾了，他要抓住空中。哎呦，不行。对，而且还倒得挺近的两个人。哇，好凶啊，非常的凶啊！年锦想着这波无伤救我是接受不了的，而且我觉得求生者也有一个误区啊，就无伤救之后他会有点放松警惕，对，说你顶多追我一刀，你还敢打我双倒吗？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园丁这个跑位不太对，因为园丁的话，你首先你这边弹双倒了之后，一定是会有移形回来的，来稍微去防一下走位躲一下，就是不要让监管者觉得你走那个方向，你就真走那个方向，你可能假装去独动，实际上呢我往红蝶亭去走。对，啊，这边守墓人起来吃了一点时间的通缉啊，那这波人是还救不救了啊？这边一个空中飞人有点失误赶路，应该是没人过来救了，但是园丁的话毕竟做的还是比较久的啊，年锦最终还是等了一会儿。哇，园丁真的是最后一点状态也等过来，双惊喜再给到一颗球，差一个红了，拍个红。做到，哎，这边先下板，交猴下板啊。比较稳一点，对，比较稳一点。这一波的话，一定要顶住压力，因为外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是很差的。如果说这时候没顶住压力的话，再调一个人过来救人，先不说好不好救啊，主要密码机也不够啊，比较好去拦截了。现在一个打倒，这波是不想交单猴啊，但是中场的密码机在晃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一手拦截。我觉得对年锦来说，这局很大的一个争夺抓面啊。是的，而且这时候移形已经是好了有段时间了。这个。没有往前排，主要医生的话，他想接近救人，是不是还有点难度啊？感觉他毕竟也是自己溜达着过来，现在2阶了，所以说这局只要手语什么打成功的话，是一定有多抓面的。是，哦，这边堵住了，这边没有堵住，那也没关系。双惊喜，看一下能不能给到伤害，给到。我觉得直接打医生吧。对，先交这个大吼，因为你打了医生一刀，你就代表着你要一直打他。对的，要不然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相当于白打。飞人过来，医生红球先烫住，很细节。飞轮躲掉了，哇！年锦这一波真的是处处都算到了。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外围补状态的时间会大大拉长，因为没有医生在嘛。对。然后再去打一下手野拦截，这边移形一飘排到中场，这个移形同时架住椅子，还有中场密码机直接过来追。但你这个时候下踩打出土，用再一个双惊喜直接倒了要。这个地方还差一个白，倒了，倒地。移形回去。主张大猴刚交过，现在2个人的话其实都没到。没错，看谁往密码机方向走。那如果说你敢往密码机方向走的话，我就先追你。医生我可以先放一放。对的。但周叔这边的话还有个飞轮，看能不能扛住压力了。红汤烫住，不给交飞轮，哇，直接粘住。对的，把人再往底下一牵，然后医生这边虽然说不好状态，只能去强摸这个守墓人了。对的，这也是医生在这个体系当中的作用啊，还是发挥出来的。要不然其实这个局已经没了，已经简单打了。对，还好有医生，只能说这一波。但是又挂到中场遗产了，其实。就对也很难来说，他现在就疲于奔命，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调状态，也没有时间修密码机，对，只能一直2个人去给压力去救人。但对于年锦来说，我一直打上挂，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损耗的。一个震颤出土，但是还是要倒地，咒术师上2个球，守墓人直接倒，但是飞轮躲掉了一次，哇，第一次成功的飞轮。对的，那这样起码还是稍微缓了一下小节奏的。没错，那选择再过来把守墓人继续挂到遗产，然后叫鼠的话还在去磨中场密码机。
放到中场这边吗？应该是没有挂到3板，挂挂到3板了。对，挂到3板。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嘉恩已经在起新机了。对，现在这一波需要医生给的救人压力给的比较大，但是医生其实不好救啊。哇，这个位置被拦截的话，只能让咒术师过来。哎，这个走位很细节，躲掉一个双惊喜，还有的段，看一下。哦，好走位啊，医生已经尽力了，我对，尽力了，尽力了。现在拉开了，去抢中场吗？得抢中场吧，不抢吗？哦，医生这一波非常抗压，那这边等移形80多，守门人没道具，守门人没道具，但是密码机已经抢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丝铲子，看这一铲子能不能抵掉一个，最后时刻要震颤，哎，还是不行，不行，要倒了，另外一侧新机50多。其实我觉得迪迦的求生者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对，就那一波飞轮的话，不给到一个双倒，其实对很细，缓回来了很多。没错，现在透过墙的缝隙看一下位置，而且现在开门战的话，年锦他的一个移形是转不好的，对，所以这一局的话有跑一个的一个机会。没错，医生想过来尝试一下救援，球掉了，球已经消了。过来的路上其实被拦截到，看一下这边，飞轮消了，双惊喜。那其实人救下来，我觉得要么选择直接，其实可以亮。等一下，不行，医生没有回光返照，还是要吃一刀，对，吃一刀然后直接亮。但这边的但是还是黏住了，对，绕场谢幕，绕一下，给个土球，剩一个白球了，绕过来，哇，再博弈！我的天哪，教鼠，教鼠2波关键的抗压，是的，拖出了2个人，走位躲掉白球。哇，没招了，没招了，而且这边移形没好，是的，脸上这下守门人是真没道具了，这下确实是一点都没了。不过墓地门已经在点了，这局医生还有自愈，如果是守门人稍微拖一拖的话，墓地门开了，有没有一个平局的说法？守门人努力一下，队友就靠你了。但他必须要拖开这12秒的时间，起码把移形的时间给拖完，不行，还是。但门能开，能走一个，至少能走一个。对，医生那边有自愈，守门人这边是没有自愈的。交出来，移形过去是拦截医生往走门的方向，但是医生没有走门，但是脚印漏了。没错。这时候的话，咒术师可以回去摸一下，守门人还是能爆平，感觉医生这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是倒不了的。是的，看一下终极抗压教鼠，得往角落倒了，完全不给你管门的机会，完全不给机会，这局应该是能平的。再撑一下，可以吗？这刀做到了，另外一侧能摸起来，但是有张狂线的这个能摸能走，拦不住的感觉。但是拦不住吗？拦不住，好像是拦不住。这个地方离门很近，而且他现在不是第一时间去门，排错位置了。对，哇，爆平了这一局，居然太有韧性了。确实，哇，中期50密码机在中场的时候一度以为已经结束了，说是的，因为求生他一直是处于一个。2人要去拉扯的一个节奏，但是好看，我只能说好看，对，是吧？我只能说好看。当你抱着一个4大天王的预期去看的话，突然给你来一首愚人金，这个就叫惊喜，对吧？其实这个阵容，我觉得他们是有咒术也不占了，最终锁定在了一个右梯形选点，是吧？咒术师站在红蝶亭，然后把刚刚2个人抢的位置，看来这一块是一个风水宝地啊！这大家求生者、监管者都想去，最终给到了愚人金啊，感觉也是冲着。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过去，飞高到了0次的脸上，这块怀表准备开始逼掉啊！是的，对于愚人金来说的话，它其实就这样子一个比较快速的起追时间。对，一个稿子，小表蓄力刀蓄一下吗？但这边的话要去搏一手吗？蓄力，哎呦，预判一个反走，那这样子偷袭，准备偷袭但是飞过来是抓的一个解位。卡蒙手里一块怀表，哎，怎么追了半天？又是一个大副，又是一个大副啊，是这种感觉。这个是双藤大副。哎，卡一下脚故意的。那这边的话拉近身位，双弹交了。看前面这个表，对的，前面这个单板的话有正的说法吗？先架住交互点，拉回来。走。哦，他是感觉收的有点早啊，这个稿，因为他其实下板之后已经被架在这儿，他觉得卡蒙可能会往外走，不去交互了。没错。那前期的道具消耗还是比较快啊，但是有点卡住位置了，这个地方身距有点被拉开。不过幸运儿现在已经是一个白板了，收稿，前面要给一个实体刀，没有给到伤害，几个实体刀，然后交双弹，等一下双弹没有好，哎呦没用出来这一波，
那其实感觉可以等一下啊，这个状态。对这样击倒的话，其实兵马其实是比较多的呀。对，看能不能逼闪现吧。前面的话反弹倒是好了。啊，给硬反弹，但是起不来了。对，这个反弹弹不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少一个创弹，真少一个创弹。其实卡梦刚才再等个0.3秒左右，就可以翻这个防护弹射了。但是奶小胡不让他等了，他打了那一刀，他得翻了。对对，翻了。那看一下这一波第一波救援啊，是0次的大副啊，这一刀看着有点险啊。你在打险象环生，呀，能不能去蒙到？如果蒙到的话是有哇，因为愚人金的蓄力刀还是比较长的。哇，那这时候星儿的话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想过去打一个双导，但是第3段被摇到了，直接放弃。但是这样的话，星儿进入了双11，虽然也是点位也是死亡点位，比较窄。对，这个点位对于袁金来说是比较出去了。是的，对，他是必须转出去才行。阿策过来准备补一个风。强风过来，但是这个强风的话吹不开距离，吹开了，吹远了距离。好刁钻的一个角度星儿上2楼炸倒一下2下，这地方无路可躲。其实有路，往前再走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没走出去，没到机会。对的，那这样的话，星儿被挂在了中场遗产。那这一局的话，其实求生者还是不好去争胜的。目前这个局面来说，因为除非看看咒术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先推一推，然后给到一刀。愚人金是标配狂暴，所以你不能离得太远就。是的，对，陨石给到，拉近距离，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再走一惨。对，咒术师直接倒到咒术师旁边，然后咒术师过来帮忙偷袭一下，但是阿策躲得很好。前面磁铁这边好像也是要快开了，能开，等你隔窗想隔窗去垫，没开99。对，他故意不开，就留在这里没关系的。其实现在失阵的话，他不担心的。是的，对于咒术师来说，哇，搏到了，牵不起来呀，这个人有点，还把密码机亮了，磁铁有点欺负人了，这一波逼机会，闪现快好了。牵电翻不过去，但是还有电。对的，但这波的话，其实要注意一下，不给密码机要够了呀，关键是丢稿。大副这边0次密码机被封住了，手稿还是没有收到。没关系，不着急，90多，完全可以等下一个稿子，等你修完我再修都没关系。对，0次这边完全不着急修，丢完了。再修，闪现，但是闪现到了，打到了墙上，这波还弹到了。不是闪拉开，闪牵不出去这个电的范围吧？我在想，这一波闪牵有点没有什么用啊，感觉。没错，只要不被炸就可以了，直接走空地，然后给到一刀，密码机直接点亮，进板下板，闪现还交了。另外一侧墓地门已经在点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手段过去了。奶小胡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地窖，是卡住这边的话，其实这边不好转了，还是走不了地窖。看一触即发能不能？想往那边靠了，蓄力刀啊，想躲一个刀气，但是门肯定是够了，完成3跑了，这波要。哎呀，愚人金呐，还是没有经受住咒术师的考验呀。对。好，那这样的话 ，GR 的求生者完成一个3跑，第一局还是被会不会给机械师选一个特别刁钻的位置？来一波，不是，我想说这个地图你最刁钻能刁钻到哪里？直接选帐篷，谁会想到呢？对，那我如果说，那有点小说家直接堵住了，有点过于明显了吧？刁钻，还是刁钻，就是什么呢？就是故意去调换一下位置，骗你去起点的。你以为我在起点，其实不然，我在终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鬼屋的方向走。那这样的话，起点的气象暂时可以松一口气啊。对，鬼屋这边的话呢，站的是一个小说家啊，选择直接上2楼。快，然后这边的话，因为断影了，残影在这个到楼底下面，对，所以说不敢翻。单板博弈两边都是来回拉扯啊。是，其实不行，还是这边在等影月。我觉得就是早吃这个早好一点啊。不过等影月好了还能跟上。影月过来，对，正常跟翻。那这一波的话，其实小说家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牵制啊。看一下嘉恩，哎呦，这边又断影了。这边有点断影了。回溯回来，小说家这波牵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不过
具体评判的话，还是要说能不能闪现之前先不吃刀，因为你闪现前吃刀的话，闪现基本就要收。对，但起码这一波吃到的时间刚好是拉开距离，但闪现现在好了，看一下这个位置，树叶是没有吸出来的。最后一个飞轮能不能做到呢？哎，飞轮，哎呦急啦，差点做到。差点做到，真的对差点做到。对，其实一开始年锦先急了，嗯然后后来的话，年锦过来之后，人家这个加恩又想着我赶紧飞轮进板吧，是的结果没进去啊，被年锦等了一手。这年锦的话，他是经验非常的老道的一位监管者选手啊。不过就是对于求生者来说，小时甲板持刀也有利于机械师去修嘛。对啊，这边排点好精准，等一下，哎呦，要逼救，给到一刀，给到一刀，手上闪现交过，所以说这边再打第二刀有点难，而且坦子再逼一个交了，两个护腕，坦子交了，这边救下来没问题。是的。过来再去找一下加恩。哎呦，极限吸出来一般隐喻，对的，这一波看能不能一个2次牵制。要上车的话，还要再得一本书才行。那还是比较有点难，有点难。对，这边踩板，对，踩板前面还有一个单板可以博弈，反弹杆也交了，现在单板过来没刀，但是一个加速还是有刀的，到了，没办法了。但密码机速度还是挺快的，毕竟终点放了一个机械师在内侧。是。这一局的话，看一下这波救援是派气象学家过来吗？还是应该要让机械师来吧？对，机械师来好一点，但是机械师来不了啊，好像还是气象学家离得更近一些啊。那场上最慢的密码机肯定就是鬼板这一台了，就是救完人之后佣兵新起的这一台。防一手拦截，这边佣兵也是松手，给到点压力。是的。然后另外一边44咩已经往这边贴了。对的。年姐这边好像没有发现啊，看到了，看到了。飞轮刀。树上是有降平的，哎，先把人救下来。别扯。但这个位置不好交锋啊！如果车打到了小说家的话，没办法，没办法牵制。打到针对，他肯定得先扛，然后再去帮忙交锋。对对对。但是没有扛到，那这边的话呢，佣兵也得走了。小兔走了的话，鬼板休息的压力变少，那这样的话直接给年锦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可以先过来追一会儿44咩的这个气象学家留个残影，然后再看鬼板留残影逼他下滑梯，然后鬼板这边密码机已经在抖动了。中间桥上到机械师身上，等一下这边没有看到，哎呦，擦肩而过，没有看到娃娃，但是机械师本体在。对。哎，是不是看到了？暂时不想处理刚才。他应该想打本体先。对，出过来应该有刀了。娃娃倒了。对，但这个时候娃娃倒，其实反而是把所有人换出去了嘛。是的，把机械师本体换出去了，而且佣兵那边鬼板修的也很舒服，已经快亮了。看一下机械师这一波博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的，手上还有飞轮。哎，想直接传落地，让学家这边倒了，出来，倒了。感觉这一波的话还是有点给一些机会。我觉得有给机会，因为这一波其实机械师没吃刀，对，用修的。是的，他不着急去修，他可以再等一等佣兵的位置。其实他是觉得自己手里边已经是有自保能力了，对，有降平。但是要知道，他最好是不要被针对的，因为他是场上现在3个人唯一一个没有国王反照的。对的。另外一侧又在起新机，感觉跟上一局的运营套路还是差不多的啊。就近起一台新机，但是这一局的话缺少了一个医生啊。是的。这次打状态是真打状态了。这样子的话，给到一刀，2个人得都往密码机远处走，回溯过来。还有个降平推开了。哎，机械师露头了。不能吧？不能给这台密码机压力，给这台密码机压力，你要被留下了。哎。我觉得急了，真急了，真急了。就当你队友在扛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露脸，对吧？因为现在传送交了，你也管不了佣兵那台。没错，而且现在2台密码机留得很近啊。这位置的话，我也知道你现在要换位，所以说立马赶过去，直接拦截了一手。但是他密码机不多啊，不多，回溯过来，但佣兵卡的位置还是挺近的，而且已经被排到了，想一个护腕无伤。一个护腕无伤，但是能无伤吗？好像距离不太够。行，给到一刀，佣兵倒。另外一侧密码机已经开修了。对，而且这边你届时牵制格局有点难，哎呦，大了吧？继续抽刀，年锦刚才在2板一窗就一直在抽刀，然后这回想了想，是不是该偷铁锅板了？结果还是抽刀。这个博弈就是没招。人家不着急，挂谁都行。是
是，因为它其实它是有位置信息的嘛，其实它可以双挂，然后去看到你追马在就好了。对，然后现在传送也是好的嘛，就双挂直接去追。这样的话呢，思思咩是放弃修机，然后隔桥相望。但这个地方没用，因为你这刚好刷了台密码机，我可以把你压迫到密码机附近之后传送。对，排下点位看清楚，但这边看清楚，不要人被偷。对于年检来说，对。地窖也在这个点位上，在对面。他是没有看到是。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因为耳鸣一直在隔桥给嘛，他很担心人被偷，所以一直在排近点，但是其实是在隔桥相望的，还没看到吗？哎，不是，刚才不是在修机吗？话说，传了，传送了，看到了脚印，现在就是这个博弈要滑梯，别用回速这边直接架死了，骗了一刀，回速过来，活板子，飞轮交啊！但这个地窖开启的时间还要很久，因为还没淘汰。哎呦，这边直接头铁过板，想爬这个地窖也是没什么机会的。那这样的话，年锦第2局上半回合完成了一个4抓，一边控一下，什么丢这个记录啥的。但是这张地图还是太大了，加上对手有这个古董伤在，这 OB 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有时候来走园丁那边。这样的话就是看鬼屋的人好抓，我也可以抓一下鬼屋；要是不好抓的话呢，我可以去桥或者右拐去这个起点嘛。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起点直接去找卡梦的园丁了。这一局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但是有飞轮，然后呢也有一个盾，直接单挑一下卡梦，下来。这个身位还是拉得比较紧的。前面的话，前面玩一下板子稍微。对，玩板，但不着急，这个盾的学时间还在，是的。等盾快结束的时候，选择再往车那边靠近。往车靠了啊，到板区没有打算去下板。这样子的话，其实给了一个很安全的身位啊。对，而且记录员也没有什么跟车的手段，对，先丢一下记录啊，外围记录好像没丢，就纯看一下啊。对，看一眼。那这样子。记录了，往前走进板的话，其实差不多下个盾的时间也能续出来了。是的。卡梦现在手里的飞轮也好了，前面准备吃一刀往终点方向走，然后这边是有帮忙磁铁的，遇到蓄力刀，还给了一棍。哎呀，这不是因小失大吗？对，但这一波的话，想要选择换开吗？不能吧，不太能追古董吧。但是卡梦就硬修啊。这脸上，我以为这个是守墓人起盾了，卡梦也是明显不怕呀，感觉。是的，盾掉了，那给到一刀。卡梦想着帮这个磁铁来扛压。移形这么短吗？预判卡梦反走。对。然后04这边下铲过来帮忙扛刀啊，铲扛刀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板间的话，其实比较好博弈了。对。看一下。其实啊，只能打头铁过板，因为守墓人是下不了板的嘛。对，哎呦，没招，还是扛到了。守墓人说实话太好扛刀了。前面记录一个翻窗，然后记录没香啊，续盾，哎呦，极限把盾顶出来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牵制时间拉。2战是不是还有车呀？2战呢？来得及吗？好，来得及呀！来得及开走，能跟上吗？一起吧，一起上车。可以啊，坐到了副驾，不是坐到了后排啊，坐到了后排。那这样的话，又能硬拖一段时间来博弈。没招，这没办法了，是真没办法。对，但足够了呀，下面马基只会给到2个半台给你去控了。是。虽然说相信记录员他的一个控密码机的能力，但是这个击倒节奏确实也是有点太差了，2分半了已经。不过有一点伏笔就是园丁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对。磁铁这边被击到了，不敢修，然后04的话呢，准备过来救援。园丁又比较耐做啊。这局的目标还是要冲着说要自抓呀，抓去的。对。然后这边换成是密码机已经来到80多了，正常把人扯下来。对，然后直接续盾。看你这个不打我，我就那啥了，我就不续了。对的，我走了，我先走。然后这边又找到这个，不过刚才给园丁交了一个人物投影啊，但是飞轮没好啊，而且也不能扛平 A 啊。对，不能。
对吧他？可能想去给密码机的，因为当时园丁的位置哦在重合了旁边，对，还有这说法吗？守门人密码机的这个投影估计是，但是然后去防一下古董上的一个 OB， 这边直接赶到，看一下已经切得很远了，哎，没打到，还有一个，哎，我天哪，这波 OB 哇上来了，那这样子可能密码机会不太够，哎，是，这密码机不够了。因为这波少挂一波的话，让幻灯师跟守墓人合修可能会更好。啊，哎，怎么是按到下铲了吗？那肯定是啊，那不能硬冷却吧？就硬冷却。啊，铲子自己想冷静一会儿。两个人人一起修，对。啊，古董商这边因为他是稳救的嘛，大不了给一棍救嘛，他是稳救的。给了幻灯师记录，给一棍盾救下来，盾秒盾。然后古董商过来帮忙扛，对的，先给到一刀，还能打板。哎呀，他给这一刀的这个有点太往里走了，其实这刀不用往里走就可以打到的嘛。那两个人修的话，你不好去控啊，等你省月没关系。这边再继续修，还是得记一下吧，稍微记一下。好，先回退，这边又不记吗？还不记吗？但这个底牌不好交啊，不能交啊。但不交的话，你现在不好就做，记不到人。对，密码机它是记不到的，现在。对，然后也终结不掉人。除尴尬非是切闪正好精准的打到园丁，但是他你切闪的话，没法4抓了，没法4抓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痛点。他现在这把是一定要4抓，我觉得他也在找这个机会点吧，但有点难。哎，不让过，不让过，关门了，啊，亮了，别亮了，别亮了。那现在手里起码底牌还省下来了。对的，这也是原地等盾，等出来，再硬拖你6秒。然后看一下门没人点，但是有个问题在于说刚刚，哎呦，我天哪！干嘛？闪现打盾最后1秒，不是这闪现，我说实话，这个道心这一块应该已经是碎了，我感觉。刚才那根本不是盾碎的声音，你们都是听错了，你知道吧？心碎的声音啊！打完怎么说？哎，我还刚说，原来是心动了。我刚说省了一个底牌挺好的，结果底牌换了一个这个，哎呀，那你还不如早交，是还不如打3人开门战得了呢，对吧？早交闪倒园丁，他可能真不知道园丁有对，这倒是真的。园丁化险为夷没有漏。但是我觉得这个闪他也交的有点，他就算闪现击到园丁又能怎么样呢？我在想，对吧？他只能说这一局他唯一的破解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要快速解决园丁，然后这一局的话，因为4个人都在这个半场，他看了一下这个门没人点，代表3个人都到了另外半场的话，他如果说把门控住了，那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的，更何况你的闪现还打盾上，是。那这样的话，3位求生者在审阅的时候没点门，然后不审阅的时候把门点开，直接出门。那 GR 的话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 GR 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一个干净度的第2回合的8比1啊！而是求生者在揍你，对，看怎么去选吧。包括说求生这边看一下让谁再去多带一个花显为，因为目前看下来的话是只有大副是稳带嘛，对，其他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再多带一个会更保险一些。是，2个花显为套一定是能够中场。但其实这张图对于博奖来讲，它的一个灵活性也比较高嘛，我前期稍微的驱赶一下没有关系，反正我是在一个上来先找人，先把磊磊这个位置直接给逼走。想要进行追击吗？不想追，想要再攒攒自己的愿力值。也要去这个桥下的一个位置啊，看一下奈仔。奈仔点位是直接进了板区了，这2板不太好放这个围龙啊。是的，位置会有点难受，而且本身教授前期还是有鳞片的。没错，有点给自己卡住了，这个围龙是等于废掉了。接下来就是一个木鸭，看能不能躲避这个啊，还是打到了。对，2段还是打到了。是。那这样的话，2个龙子都已经废掉了。2个围龙没拿到刀，很亏啊。对于奈仔来讲，他的飞轮是肯定能续出来。对。但我们也看到他带的是一个兴奋，他已经是在防一个 OB 的情况下去带这些技能了。但你现在前2个围龙都没能拿到刀，你后一个围龙再拿到刀，你后续也没有一个快速击倒的能力啊。双边能力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差的。不过从我们视角来讲，如果击倒教授，至少可以闷一个花显为。哦，这个围龙还能拿到刀吗？拿到刀那还行。这波毕竟把对面的一个飞轮也给逼掉了。是。
那就看下一个笼子。感觉对于国脚来讲，一定要做到一个击倒。哎，但是这里的荡秋千让自己失误了，拉的身位有点远啊。没有第一时间钻到对面去啊。等等，这个围龙可能要掉，围龙掉了，愿力值续不上。对，愿力不够啊。现在对于奈仔来讲，我就再拉远，再多耗你一个龙哦，甚至说队友这边已经开始辅助了，已经开始过来帮忙扛刀了。这个身位，这刀不敢出吧？对啊，因为你1/4伤害的，哇，还打到了咒术师身上，那就很赚了。你这咒术师现在身上侯爷已经有2层了。对，而且咒术现在走了，你的愿力又被我耗掉了。对，密码机的话，现在第4台都已经在路上了。密码机现在是够的，就看到时候这个化险为夷能不能过来进行一个正常补了。最好依旧还是让其他人来救，你要弓箭手或者说咒术师来进行救援。这化险为夷最好是留到第2波。奈仔他的后面的鳞片都已经给续出来，主要前期拖的时间太久了。这牵制的太好了。对，已经2分钟了。没错，想让狮子来吗？如果说是让狮子来的话，到时候2舅教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稳定下移、稳定牵制。可能他们觉得第一波还是先让化险为把时间套出来。是，他们想至少保证一个平局以上，他们目前不想去贪一个赢。就尽量拖一下时间，外面 OB 位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就算最后把伊雷亚这边的一个技能逼出来也是好的。先把围龙拆掉。这卡的很长的时间啊，只吃了一个1/4的伤害就给人救了下来，甚至还想要扛。对，我现在密码机主要是比较够的一个状况，所以说狮子他也不着急回去破译。没错，剑武者现在也已经2阶，运力值现在是续的比较快，先出了一刀。教授，看一下。主要是谁来把这个教授给保一保了？对，感觉像是弓箭啊，因为他的一个密码机进度是要开了，而且他2个人其实都可以来，你弓箭手跟咒术师2个人一起来，对，双双保他。但是现在是有点把他往狮子那边的密码机给挂了。没错。看一下，确实是难度有点远啊，咒术师要不一起来算了，让狮子来了。磊磊一起来吗？好像磊磊没有来，磊磊一直在破译，让狮子再来。觉得 OB 来一个，另外一个人就帮忙分压就可以了。但现在兴奋马上好了呀，捡到了一个鳞片，还给弹了一下。那这样的话，对面已经在扯这个淘汰进度了。对，一直在拖到弓箭手这边过来，因为弓箭手现在只是受了一个1/4的伤害。是的，这个笼子的话没有围住椅子的一个位置，密码机是一定能压好的。没带回光返照啊。但问题，如果你不放龙的话，其实也不太好打针。哎，恐惧震慑直接亮，也行。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你这一刀打不到针对。这刀要快速击倒，使用了兴奋。这刀还是能续上。对，主要是这个椅子离门太近了。门不是很能开得完，要不先挂呢？其实可以挂吧。我觉得先挂上再管门也来得及。来得及。对，主要是太近了。这再放个围龙，想要先击倒一个，先保证一个平局。后撤，预判了对面的飞轮。但你这个撕裂值有点高了呀。对，感觉这个笼子还是很难做到击倒，而且你不管那边的人的话，他是在自愈，以及说队友这边是想去摸他的。雷亚有点贪，他现在贪可能会导致他这个大门会被提前点开，而且他是往远挂的。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稳3跑了呀。就其实第一时间就挂脸上这个。对呀，这是个挂飞啊。马上去管门的话，门是一定开不了的。没错。由于走错了位置，也是给到了 JW 这边的机会，直接争到了3跑。说也是看一下，如果是带一些窥视者的话，那就比较要求说，我可能挂人的椅子，包括说我的一个驱赶方向要讲究一些，我尽量是要做到干扰他们的破译。没错，所以有的时候牧师的，那脸上河道旁边的话是选择一个咒术师，还有一个飞行家。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找往飞行家，哇，飞行家是直接破1啊，胆子很大啊。先锋这边，反正你也要追我了，我不如先给队伍贡献一点密码机进度啊。可能在他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不想着去干扰到你这个咒术师密码机。如果真要追我的话，大不了我自己去扛压。对，我原地开6嘛。对。那飞行家这边是带的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这局面好像有点跟上局有点像哈。打了一个车刀，是，也只是给了一个1/4，也倒还好。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围龙能不能废了。带的是个窥视者。哎，但第一个笼子是没有罩住的。看一下第2笼子，主要是飞行家现在手里的一个背包也比较充裕，还是挺伤的。看这个背包利用的怎么样了？还有一个第3段喷，这边有一个板子隔绝，那这个笼子也要废掉了。同样的是2个围龙都被废掉啊。这边的话要拿一刀了。是，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全牛或者说是自己单喷一个喷气背包能不能废掉这个围龙了。大家能配合一个飞轮，如果说在
废掉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求生来讲就比较平缓了他的一个前期节奏。是的，有个窥视者的帮忙，那你这个板子其实翻的就会比较慢。往回喷，想贴着边看能不能把这个维龙废掉。飞轮先躲了这一刀，对，我觉得这个笼子还是有概率废掉，因为手里还有个飞轮在，笼子已经没了。也废了呀。那密码机已经冲着3台去了。同样的也是牵着了3台密码机，咒术师是在一个角落，河道角落，其实离飞行家是蛮近的。挺近的。对，这边先假装拆，然后过来马上交自己的一个背包，这个牵制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挺好的，现在身上呢就剩一个悬停了，喷气背包是一点没有了。是的，就能交的都已经尽力就做出来了，全交完了。对。他们这把的话，其实也差不多，第4台也在路上了。有了3台，现在已经是够了。而且区别在于他们外面还有2个化纤维。对啊，这2个化洗梅衣只要能泡上就行了，你咒术师都不需要过来帮忙的。对，现在先抢一下密码机。现在给个化纤梅衣看，天盟这边会不会直接选择带走了？你带走之后，让大副这边直接就近了，我就可以进行一波破译了。是的。哦，想把我无伤吗？还是扛到了？扛了一刀，也相当于持刀救，这样也是给到了天风更多的拉开的身位了。是。这看下来密码机是肯定能够的，主要还是在于飞行家这边是没有一个火光返照嘛。对，我就在疑惑他这个悬停什么时候交。先倒在这边椅子旁边吧，算。那看木偶跟咒术的话，2个人谁来，其实都有好处。木偶是能套化纤维，咒术救了我能保，是，都有说法。那看一下的话，还是让大副来啊，因为他们觉得密码机现在不能让人撒手啊。不然就有点不够了。是的，现在密码机其实差一点点，能给到监控者有一点点机会，我去争一个平局面。那这样就要帮扛或者开龙，对吧？抵扛。是啊，哎，打到了大副，啊，这个笼子也消了，但其实密码机还是差75的那一台。化纤维现在还留着，到时候木偶师可以去救一下倒在门旁边的一些求生者。哎，这边一个大喷，果然是交了，但是这个悬停并没有能推得太开。还是木偶师那台密码机稍微差了一点点，不过等挂上之后是可以亮的。不管了，直接亮。对，亮了之后呢，他们手里有一个化纤维在。对，让大副直接去冲那边的门口，到时候让木偶师给个化纤维仪，强行冲门吧。主要镜影这边他手里的表是都在小谎言面前用过的，现在非常白板。没错，小谎言现在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人去挂到那边门口，你挂到这边的一个猎人木屋。那我觉得对于求生要赶紧再来点一下这边，如果想争的话，要来点另外一个门。不太好争了，现在要赶过来，小谎言其实可以直接进行一波追击，那这样就是一个稳定平局了。点位太远了，这个化纤维一根本不可能走到门口。那上来这个局面就是一个5比3。GW 这边其实选择是一种求稳的方式，我就是先求一个平局。说你可以上下勾站台，但是歌剧的回速你也一定要防一防。哎，起点应该是小女孩的，然后中点是放病患，鬼屋是火灾。对。不知道他这边技能带的是什么呢？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歌剧，他有带时长的。是的，比较自信嘛，对吧？我对于我的追击来讲，我不需要其他的一个技能帮助，那我再一脚时长下去，这个密码机你们根本就修不够。这阵容他还好，来看一下，是直接进入到鬼屋去追一下骤停的火灾调查员。是的。那这个点的话，其实对于火灾也是比较公式化的，因为前期我有气囊的存在啊，这样的一个地形还是很有利于说我去赌一赌。这里气囊先堵住，这样打掉气囊之后呢，可以转到鬼板的一个位置。现在带的是个闪现，就看快速击倒能力了。想骗。对，但身位是比较远的。那对于骤停来讲，它的一个反应的时间比较也比较多一点啊。是，这里距离有点远了，没能够到。稍微断了一下。那骤停手里其实还有一个气囊。没错。现在的身位比较安全。这里其实已经耽误的时间有点久了。哦，这刀打到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亏，因为它本身是想回速的一瞬间，我气囊就弹出去了。没错，是气囊释放的一个时间稍微慢了一点。刚刚这个气囊要是真能弹开，这个密码机基本上是奔3台走了。对，它满状态进行现在的牵制的话，这个闪现是终结不了它的。但是现在的话，这个闪现可能就比较难受了，对于火灾来讲。没错，现在没有反弹，直接交闪完成第2刀。是的。看一下外面的一个，让小女孩过来进行救援，应该是。因为她是有提前松手往鬼屋这边去贴了。对，因为小女孩还是蛮怕被拦截到的。没错。那等一下小女孩过来进行救援之后，可以让她直接倒在一个起点，然后佣兵去补那边的密码机。也是方便他们后续去调整一波状态。对。哎，这边马上走脸了，要撞脸了。是。
这边往前推，推到有点近了一些。这样还是能救的，因为里面的一个影子也已经消掉了。没错，很难说倒。是的，周婷的话，他也是我优先跟队友分开没错，意外的还直接撞断了这个隐月。啊，让小女孩是直接起7点半场的一个密码机，因为前期7点半场的密码机都没有破开。佣兵现在就是破译不亮小女孩这边的一个遗产，他这边65有点难修开。他只能现在先过来藏，我先卡这个耳鸣，然后过来再给个第2个化险为夷，对，把这个局面先拖一个平局。因为现在的第2波化险为夷能让小女孩这个密码器直接破译到8成或者9成。对，压满再救的话，其实真的就是8成左右的一个进度了。是的。这里有护岸，看要弹吗？哦，拿到一刀。那这样弹护岸过去的话，会给到下乙的火灾有一定的一个牵制空间。是，前面板区比较多。我是觉得没必要扛，因为你现在扛密码机，它也不是很够，容易起点也被压住。是的，我觉得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就小女孩跟佣兵赶紧调状态了。是，对，这个密码机不是能抢的一个节奏。他们不破译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讲，我也不太清楚接下来要去哪边找人嘛。没错。那等挂上之后的话，那边的状态是能调整起来的。病患那边也不用担心他的密码机是能够亮的，加上自己的一个状态跟道具也比较多，他甚至交了一个钩子去破译。现在小火焰直接出去追人就行了，直接去往鬼屋找他们俩人的位置，我传送就过去了。一直就盯着这台密码机了，觉得你们人一定会在这边。就大胆预判，你密码机即使没碰，我就也是直接过来进行追击。是的，这边是一台比较大的一个遗产。这个输液的话没有推到，而且他是想再去管一下2战这台，对，是小女孩第1台遗产。佣兵现在是半状态，只要他倒在这里，那这边65密码机就能控住。对，就直接被守住了。这边的一个牵制也比较受限，因为它的板区都比较差。就剩一个护岸了，这个护岸可能也省不了。要弹吗？弹了直接坐车。还在等看一下你这边要不要回速啊？这边回速交了，直接弹上车。哇，这个护岸真的是太漂亮了。太流畅了。是，我觉得对于监管视角来讲，下一秒这个人就已经在车上了。是他现在这波传送其实就会交的有点亏了，他干扰是干扰了，但是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一些实际性收益，反而让自己这边牵制起来，而且求生那边很快的去修了第6台，所以说也不存在压住密码机的说法了。对，吃人一刀，然后直接倒走，不要倒到一个离遗产最近，可以倒起点，让小女孩进行救援嘛。毕竟小女孩这边也是带了个回红返照，而且小女孩在开门战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个控场位，我中间卡一卡，我再去传送嘛。是。就来小女孩得帮忙扛一下刀。哦，如果说是挂一下帐篷啊，还是放下了，想拖。想去对管一下，因为他的技能也好不了。他想让他开之后直接回速回头架这个佣兵吗？但是这个影子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留在佣兵脸上啊，他一定是有身位拉开的。是的。这里小女孩手里还有3个输液。现在变换是不能去贴门的，得让佣兵来贴。要不是佣兵摸道具，然后让病患去贴终点门。对对。而且你佣兵现在有2个钩，而且病患如果你传他的话，他有机会溜一会儿。是的，你病患现在有2个钩，他是能防让对面去传送，然后去发生一个终点的突破口。是的。看到经理这边摸了个针，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对我先扎满状态嘛，毕竟面对单刀监管。佣兵满状态是可以直接去扛到一个挽留刀的。对，我就硬走门了。没错。那这边的话留了一个影子，但这个门是没有点开，得看一下天风他那个牵制钩子交出去以后，前面但这样的钩，极限，如果没砸到他就被抽倒了。是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现在对于求生来讲，佣兵可以回去救人啊！哇，这个博弈，回速也给骗回来了。这时间是撑住了，那起点的人是能救下来，救下来之后2个人双双点门。是的，前方的话我就尽量倒在终点站。然后把时间给拖一拖。然后现在已经是没有道具了，边患肯定是要倒地的，没有办法去走去那个地窖。对，对于求生来讲，我是把你的一个回速以及传送全都给逼出来了嘛。是，他任务完成了呀。是，稳定点门就好。这你真的就是对于病患来讲，不能第一时间过来就被秒掉。没错，佣兵现在是摸第2个箱子，摸是个魔术棒，运气真好。我上次我玩一个佣兵，摸了3个箱子，3个全是镇静剂。那得看你的状态，你要是半状态的话，我觉得还蛮香的。半个状态呀。第1个是摸针，我很开心；第2个还是针，有点沮丧，有点一般了。后面就开始掉下脸来了。第3个就开始失望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一个平局啊。这歌曲打这个阵容，移情闪现，兴奋，应该不至于吧？对，我觉得可能前期还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闪现吧，因为这把的话一定要去找这个病患了。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带闪的一个概率就更大一点。我需要闪现终结到他。先把他逼出站台，去旁边那个板区。
那有意思的就要看这个变换是不是双弹加变带的技能的话是闪现。就直接冲着终点站的病患就来了。是。那前期的话就还是看能不能快点把病患这边的道具也给逼出来。交了一下钩，对，直接勾到板区。能架住吗？救了一个窗台，但是这有点走脸了。对，这个身位拉的有点近了，好在他的钩子是续出来了。第二个钩，对，来到了站台上。前期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这样的一个回速身位是有点拉近。是，第三个钩现在也好了，可以直接交。交了要直接进板区吗？尽量的另外一边。去到了对面，对面的板区他还一直没有用，而且现在可以进入到2板1窗了。50秒，现在3钩都已经交完了。现在就开始一个真正的板区博弈了。这边的一些长板都已经下掉了。走到这里吗？那只剩一块单板。这样会比较难搏一点啊，因为我可以架住你再拿一刀，然后后面的闪现是可以跟上的。没有想着博弈，直接干了。因为现在的歌剧你是很难木压到他一个过板的。是。他想过来，直接一个滑板就过来了，交闪。但还是能击倒，因为你是一个大空地的位置。对。那我觉得这个击倒节奏的话，对于两边来讲都是能够接受的。是的。第一个人应该是磊磊这边过来救了，因为磊磊现在已经提前卡过来了。对。这个阵容其实想要去保一下奈仔的话比较难，因为他的道具都已经用光了。没错，佣兵现在有3个护腕。这边的话也是提前逼他救了，是让他卡太多的一个淘汰进度。哦呦，这个位置差一点，我的天，感觉有点都说救不下来的感觉，或者再快那么一丢丢，好像就是震慑了。对，或者说救下来一个瞬间自己先被打双倒，因为首先这个病患他是一定不太可能去进行26的。没错，就是借助这个化险为夷直接导远，导到一个角落，到时候让佣兵过来卡杆，就给个第2化险为夷。然后继续倒脚。这个密码机的话还是蛮难支撑他们去争的，有点难。对。现在换成是接着去修自己一个刚刚剩下的密码机。对，他的第一台60，还有一个崭新的密码机那台12%是暂时没有办法破译的。没错。第2个化险为夷卡过来，但其实密码机是能够开的。想逼一下狮子的一个位置，把它往外逼一逼，能逼到2个护腕以上。因为你既然想拖时间嘛，那肯定还是要交一些道具的。第3个护腕应该是难逼出来了。对，到椅子跟前直接扯了无伤救，那就对于伊莱亚来讲也是先打针对，是因为把人挂飞之后，其实还是有一整台密码机留给他去控场的。这救了就很赚了，甚至只是交了2个护腕没有受伤，那到时可以让佣兵再给个压力，因为他手上只剩1个护腕嘛，我还是有一定的牵制能力的。这边他是看一下这个耳鸣有没有人过来去保，因为毕竟阵容里是有个古董商在的。没错。2个人直接博好状态，幻灯师一定是要摸的，因为幻灯师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在开门战一旦让监管者他发现了，那瞄了他这个点打，就是能有一个行3抓的点。对，现在大家都是满状态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好去跟监管这边去拉扯。是。磊磊现在已经是躲好了。那伊莱亚排的非常准啊，这里应该漏看到了吧？那个轮子底下是能看到。你这蓝色的衣服太明显了。现在密码机差的比较多，那台12%的话还没有人能够碰上。是。这边哦哟，没办法，打到了。歌剧这个刀的话，它只能是进行预判。是我只能先把自己的一个影子给本体给拉走了。没错。那以后这个点位不能再往你这里躲了，你要是在这里躲，就黑夜中像是一个手电筒一样。主要是那个轮子它是镂空的，你能看到底下蹲的人的裤脚。它太明显了。那现在这个人有点难救啊，你让古董商来救吗？主要他没有这个回光返照。对你古董商要过来救一个人，我觉得都有点难，因为他现在的技能还没切，我底牌还在。对，如果说我去打一个拦截，包括说他现在2个人才进行一个换位啊，有点难。从鬼屋过来，我觉得幻灯师都要过半。这时间肯定是亚马的。对对对，那他是一个上挂飞起，他开门战士没有回光返照。好消息是伊雷亚一直在旁边去守着，他并没有说是去红马去找到这边的一个古董商。但这个地方要是真能也能发现，你也是难救人。对，是的，位置还是有点远啊，有点太危险了。马尾的位置了，把你往外架。但你也不能在外面逗留太久，即使密码机压好了，你也要考虑以上这个人他的一个淘汰进度。你再躲一躲，这个人可能就要挂飞了。是的，是的。哎，先躲了一棍，冲了一下，直接是跳到背后拿到这一刀，想直接闪现，哎呦，想闪现落地，但是没有打到。这一刀再打到之后，先不着急回棍，因为你这个队友的话在旁边。是的。
但他能再套一个化解，我觉得还是优先把幻灯石给打红圈，没错，然后确定一下古董商他的一个位置。两个人拉开，你要再下来的话找古董商，古董商就是给没有疑虑了，就直接给你一个3棍。是的。因为还是想找一下，因为他确定了幻灯石大概倒的一个位置啊，他的一个20秒时间已经是快结束了。就看这几棍能不能续上了。这里就要看到是缘分还是渊源了。那古董商还是蛮难出去的，他对只能尽量拖一下幻灯师他的一个自愈时间就拖。嘛，你闪现反正刚刚也交了，这要是走门，你这个幻灯师你也难拦住。这里他的一个止戈时间马上结束了，在云门。是。那这样把人挂上以后，幻灯师其实蛮难走掉的。对，那幻灯师马上也要起来了。那他刚刚就是倒在了这边的一个人皇桥上，能拉开吗？看到了他的一个位置，他得倒远，他就往起点倒。对，倒到那边让队友能给到压力。佣兵现在得出来，他不能去摸这边帐篷的人，他可能得去摸这个幻灯师。哦，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就不用管了。但佣兵得出来给压力。哎，没有自己了，还要管他吗？那应该也有机会来得及，因为这边的话人是刚刚往地下室里走的，我觉得这边也能透到出来的古董商吧。他想要利用自己的传送去拦，但是佣兵是个满状态啊，他有护腕的。而且有可能走地窖，是你现在的挽留，应该有点拦不住了。哦，他现在射挂飞，然后佣兵现在射出来，护腕直接弹走啊，走到地窖，那还是保个平局。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我觉得不如直接去抓他，你有机会把他中间的一波配合断掉，那就是求生这边会亏一点嘛，因为本身他会牺牲自己的密码级进度。对的，这阵容其实他的配合太强了，就像拉找谁都可以啊。对他这个化解梅姨都不一定是2个，你画家这状态条，对吧？我们弹得上椅子，他什么时候救其实都行，我秒。加有一些藤蔓还是能够把人立刻缠住的。如果说面对到打团的时候，我毕竟有一个多段伤害的一个说法。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木屋吗？还是说是在大房先干扰一波？木屋的话是奈仔，来看一下，感觉是有点想追了。想着木屋绕一圈，然后转回大房吗？这边的话，其实只要有视野，我是可以开门直接贴近你的身位的，然后把骗了一波，对，把飞行家给逼回来。好，这个碎石没能中。他正好还在这个喷气背包的一个阶段。是。但我觉得大房也是提前小木屋也要提前拉开，因为这边毕竟有个地下室在。对的。现在还有碎石。奈仔这边也是比较稳健，我直接交背包，但稍微干扰一下队友的破译。不过对于磊来讲，我也可以提前吸化。是，这话只要能吸出来，其实他现在也是很赚的。没能炸到。下，已经开始作画了。这画放出来，你是拿不到这一刀了。哎呦，这个碎石躲的太有灵性了。先躲碎石再放画，正好卡了一个时间。对，交个移形，想强制拿刀。不用飞轮，没必要用飞轮。用了飞轮，其实他这一刀还是会吃。对，还是能跟上的。我不如说稳稳吃一刀，受击加速，接着画第2幅。接下来就看这个藤蔓能不能躲掉了。你要能躲掉，他就能活到大房，然后哭手能帮上忙。对。哎，中场好像不是哭手，应该拉队员。我拉队员也可以啊。也可以帮。打击力了。他是个双弹的，他甚至可以直接代替他来倒地。而且主要你移形交过了嘛，你现在就是有点难以追上这个人。没错。我觉得这个层数是很容易叠起来的。这刀可以代替吃的。板子先帮忙盖，然后接着续上。这个25层是一定能叠上了。对。现在前文者就很难受了。对，现在反而是磊磊这边想说，你赶紧打我一刀。是。追又追不上，拿又拿不到刀，打了吧又不该打。打了也不舒服啊。对啊。这里还躲掉，藤蔓缠都缠不住。画家现在直接就相当于是送到你脸上，你敢打吗？你打你也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伊利亚他有点着急了，像刚刚那个碎石就是交的比较急嘛。他特别想断掉拉队员这边给到一个基地层。对。啊，这边相当于就是我卡你的交互，逼画家这边一定吃这一刀，然后我再接着给你去打这样的一个配合。接着扛啊！你拉队员是带一个回光返照的，即使他倒地了，我以命换命，我也是赚的。密码机的话也是比较够嘛，外面2个人修已经是到了3台了，你现在2个人修。击倒，哎呦，再给个减速，那这样又让拉队员跟画家的身位拉得更远了。是啊，你这藤蔓你缠呗，你只能缠到了拉队员，他也不亏，就都能接受。像这边那个地形还是蛮容易扭掉的。
这个门没开好。就如果说开到墙上的话，他是可以直接过去的，但正好卡在了板跟墙中间。那画家可能第2波也是要跌到一个能起身的一个进度了。我觉得这样打下去要5台了。我只是代入了一下监管者的视角，好痛苦啊！对，这打一刀也不赚，因为他还是能够起来的。 42层，对，然后再起来，又起来了。就感觉这个画家能吃好多刀。像是画家在兜里边塞了几颗复活药一样。是的。对，我再炸一次。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能不能炸倒，把他的这个激励层数用消耗掉以后再跟一刀。哦呦，飞轮还躲一波，接着帮忙扛。那拉队主要他是满状态啊，就算打他1刀的话呢，还是能够接着跟。密码级都已经够了，也不需要拉队员去修了。他现在替画家上野都可以。 甚至画家也没上过乙啊，没上过乙啊。对，现在就是一句话，我感觉能形容现在监管者的一个心境，就是曾几何时，你有没有后悔过？后悔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拉拉队员放出来了，对吧？你现在非常难受。我觉得就他们这个阵容啊，其他人跟也差不多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再让哭泣小丑带上3次嘛，是，现在终于炸倒，但是密码机已经压了。哇，1人未上挂，现在密码机直接压好了，打开门战。 而且门贴的很早啊，因为他们的时间很充裕。你可不能挂在大门附近，否则到时候拉拉队员，我换个人给个点个基地，你哭手直接带着这个25层过来救人，你也拦不住。是的，那我觉得3跑对于他们来讲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样就已经要求对面的球城必定要4跑。不过他们也可以去试一下，毕竟这个画家是1挂。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在发自己的冷却了，难不成真有想法啊？如果说拉队员想试一下的话，这个椅子其实离得还是有点远，有点远。对，就是就算套上化险为夷，毕竟这边我可以缠你把你的一个位置锁住嘛，你是不可能一直保持全速往门口冲的。不想了，是直接完成一波3跑，没必要。你要是过来强行打一波，真可能会给到杂户上的机会，对吧？你保平了，那就亏了。你保那种倒地的话，他其实在地上剩一个那种荆棘，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撞下来了。就算撞下来，人还是马上被限制住，就秒持刀。你如果说是在前期一直撞那种倒地的人，那精彩，你这个囚徒也不好修，因为你要防止这个监管者突然换追。囚徒前期都不着急，对吧？我确定好你到底要追谁了，你很有可能追着追着就往我这边。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篮是可以先吸取一下这个能量。对，前面是自影的气象学家。但这边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看一下囚徒的一个位置啊。哦，想先吸这边的墙，走上来看这边的囚徒。哦，不是，还是想找一下这个气象。主要囚徒也没漏脚印，他完全不在大房内啊。顺便看一圈。就确定一下，那没人的话，我其实是把我留1个嘛，所以说我也不太需要去挑人，我就正常去追击就可以了。求生者现在这个云层不太好教。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监管者他有没有说是去收集那种藤蔓。对。头先炸，躲掉了。哎，这波取擦了。对。因为其实他当时那边被炸到之后，他前面是不能直接交抢无锋的。是的，但是这里有点坏了，你这个状态有点太残了，而且这脸上有点近。就是因为他每一波交道具的时候都已经在刀气范围之内了。对，有点太近了。对。给到机会有一点大，现在这种。击倒速度吧，不是求生者能接受的。你现在属于是1分钟上乙，前锋现在想要过来撞救接着帮忙扛。那你监管者现在闪现还在，拉着半球过来撞，甚至还被打断了，更亏了呀！球拉得太长了，就长到我这个人都已经挂完了。是的，甚至监管者现在都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吧？现在还是在进行一波窗口进行针对，找这个气象，手里有闪现，不着急，因为你现在闪现交了，前锋可能就会提前拉一球拿命换。这边的话还有个地下室，老白再一缠没能缠到，先接近再说。然后前锋刚刚是想帮撞，但因为你自己是乘着藤蔓了，所以说没有固定好位置。哦，短球撞晕。其实觉得刚刚可以尝试着先拿一刀前锋。对，把前锋击倒，但密码机不够。对，前锋扛就扛嘛，你密码机现在完全不够。外边就算是有个囚徒有个幸运儿，你现在机子也是完全难去能弥补上。对，因为我们看到小孩的话，他还是在补充道具的，先摸手电筒，再摸枪，下一波要他过来去保这个人物。只能是幸运儿了。幸运儿现在手电筒搭配着这个信号枪，能保住这个气象吗？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因为你一直围绕中场嘛，所以说，有地下室再把这个人保护就更难了。这还有闪现呢，这是闪现，到时候还可以打成一个落地刀啊。因为幸运儿首先他没有化险为夷，这个人就不好出来。哦，重金之托。可能为了让他出来，要把这个枪提前交掉。没错。
对，但交枪之后的话，你保持能力就会差一些，而且自己这边还倒了。他都可以换挂，这时候。对，就你这个气象，我先不管你了，我把你这个幸运儿挂在这里，你谁来救嘛？你囚徒来救，你囚徒到时候也会面对一个有闪现的落地刀。那甚至他来跟也可以的，因为你要绕大房，但对于杂货商来讲，我不需要，对吧？我开一个门就过来了。哦呦，极限也算是拿着藤蔓直接铲住了。现在真的是没太有时间分出来去保这个气枪，那气枪也是要被淘汰了。对，那这样一挂飞，其实就可以宣布获胜了嘛。对，也是看一下后面怎么样去拉扯，因为现在这个对局是完全的监管优势啊，密码机差太多了，而且求生这边的一个状态比较差，道具也是用的比较多。再看看中间之托，是的，前方主要手里的球也没有多少了，加上飞轮是在一个冷却的，等同于一个球皮了吧？对，现在没有办法。而且再在这边倒的话，还是有可能进地下室的，就比较难。你要么就是倒在自己的小推遗产，要么就是进入到地下室的一个。没错。再炸一次。但天风这边的一个博弈还是非常稳定的，还是尽量多拖一点时间，而且也是带到大推的一个位置了。是的。是面对一个杂货商，你在板子面对博弈，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洞口，对吧？它中间的这条缝跟个面膜一样，你怎么办？那右边你在板后，我就用碎石嘛。是等同于砸不到，现在就是。这样我还可以先封一下机子，这样别人修不了。而且他其实是一下看到两个人的位置了，囚徒刚翻窗进来，幸运儿是刚撒手。没错。啊，这个人是不太好救的啊，想要踢进椅子都有一定的一个距离。是。吸个藤蔓，这个藤蔓直接铲。还要去躲，那这样的话我会优先你赶到，哎呦，打到椅子了。不过没关系啊，密码机还是差得多。是的。甚至我觉得现在对于小伙来讲啊，囚徒都带了个化险为夷啊。对。这边也是直接过板了，对于他来讲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留给他的时间比较多。没错，也还好，第一个人他是先完成淘汰了，要不然你看这个化险为夷，他带的这个太多了。是的。好，直接炸倒。而且现在外面求生的一个状态已经不支撑他们任何一个人来二救前锋了。没错。对，所以可能就是先去抢一抢，但是抢密码机的话呢，我这边传送也是好了的。现在救不活呀！你这个幸运儿带着一个手电筒，还有个护腕，我只要远距离看到你，这个人不可能救下来的。是的。手上还有传送，一刀先打个墙体，护腕弹过来之后先铲。对的，还是有点难贴近这个椅子，就是队友过来去，哎，但人没救下来，配合了一下，吃完一刀直接硬换。但天风现在比较难牵制啊，他是没有道具的，只能让囚徒给他扛一刀，但人还是要被架在大推的一个位置。是的，现在是两个倒着的，然后一个站着的，你现在密码机外面直接停的，所以说这个局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4抓了。消防员只要一直保持手上有人就可以了。没错，一蓄力刀，零换挂也没有关系啊。是，这个蓄力刀是想帅一下，但是没能被他这个强敌给躲过去了。反正藤蔓就一直放在椅子跟前，看你什么时候来救吧。哇，这个持续时间太长了。对，而且最后的话，你要救，你这一刀打到了椅子上，天哪，差一点就帅成功了。2次打椅子上了。是。那这样让他们反而是，哎，3个人突然一瞬间全都活了。没错。但局势还是依旧的烈。对，现在的话，地上一直有一个倒的人嘛。对，而且我再把前锋给挂上，它也是一个挂飞的状态。没错。那对于消防员来讲，他其实思路还蛮清晰的。这样的话，也是先淘汰第2个人。是。幸而没有自愈了啊！我觉得击倒囚徒就是时间问题。哦，终于是打到了。那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 GW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是在今天的这边的小谎言，他的角色其实也没能说是太限制得住嘛。我们虽说。